没想到这鸟不拉屎的穷山沟里面还有这样的极品。是谁在说话？不应该啊，我不是被雷劈死了吗？没等昏睡中的秦九月摸清状况，就感觉到有双手在他颈间游曳。秦九月蓦地睁开眼睛，猪头男愣了一下，秦九月迅速高抬腿，膝盖顶上男人腿间，伴随撕心裂肺的哀嚎声，男人屈服在地上，痛苦地打滚。同伴听到声音闯进来，见状随手抓起一块砖头扔去。秦九月抬脚将砖头踹回，重重击在男人太阳穴上。那男人踉跄两步，死盯着秦九月的眼睛翻了白，直直往后倒下。娘！瞬间，秦九月脑海中涌上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妈呀，我穿越了！从25世纪的王牌杀手秦九月穿越成了一个恶贯满盈，村口大黄狗见了都躲着跑的同名小毒妇。眼前这个眼睛里充满愤懑的男娃，是原主所嫁男人的三儿子，脏得像小乞丐似的小女娃娃就是排行第4的小女儿。娘仨人之所以落在歹人拍花子手里，是因为原主的手帕交说卖个孩子有1两银子能买肉，趁着今儿家里没人在，偷偷摸摸的把2个孩子偷出来卖。万万没想到他自己也被拍花子盯上了，一时没注意，被拍花子一板砖打死。未来的秦九月就穿过来了。不卖宝宝好不好？宝宝快快长大，靠麻袋赚钱，去给阿娘买肉肉去吃。这都什么事儿啊？秦九月叹了口气，给2个小孩解开绑住手脚的绳索。呸！坏婆娘，你走开！站起来和坐着差不多高的小短腿娃娃，脾气倒是挺大的。凭借着记忆中的路线，打算先把孩子送回家。一路上经过田庄和村舍，遇见的村姑农户们纷纷对秦九月侧目，低头窃窃私语。她就是杏花村老姜家的后娘媳妇吧？听说可不是省油的灯啊。可不是嘛，我听秀秀说啊，她因为好久没吃肉，偷了2个孩子拿去给拍花子卖钱呢。哎呀，造孽呀，这再穷也不能卖孩子呀。哎呦，可不是嘛，谁让孩子不是她自己亲生的呢？哎呦，就是可怜她婆母。丧尽天良卖孩子的是原主，不是我呀。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把这个毒妇打死。这是一处农家最常见的4合院，堂屋是老大家住，东屋是老二家住，南屋住着老3家。秦九月的婆母宋秀莲带着儿子媳妇孙子们住在北屋。宋秀莲是姜老头子的续弦，3个儿子是头一个媳妇留下的。秦九月进去北屋，土炕中间坐着摔断腿不良于行的二宝姜清矿。三宝、小妹，你们过来。哥哥，秦九月看上炕上另外一人姜锦言，原主的相公。8岁考取了童生，被夫子称赞前途无量。几年前因战乱被抓了壮丁，直到2年前身负重伤，带着4个孩子回来之后，成了半死人。病态的虚弱却没能让他精致立体的五官黯然失色。长得倒是挺不错，不过这几个崽崽怎么长得和他不太像啊？不过也有可能遗传了亲妈的基因吧。九月，你带着三宝和小妹去哪儿了？可让我好找呀！毒妇，你是不是要把三宝和小妹给卖了？你丧尽天良，你天打雷劈，你不得好死！宋秀莲拽了拽江青野，让他不要再骂，而后长叹一声，只犹豫了一下，便对秦九月跪了下去。奶奶，你快起来，不要跪他！九月，娘知道你心中不服气，让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大闺女，突然来给4个孩子当后娘，的确是委屈你了。娘不求你待孩子如同亲生，娘就求你以后不要再打他们的主意了，好不？你要是真把这4个孩子卖了，你这不是要娘的命吗？娘给你磕头，娘给你磕头了。不要给他磕头！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
秦九月心中默默叹了口气，他走到宋秀莲面前，双手握着她的肩膀，把人扶了起来。我答应你，再也不会想方设法卖孩子了。九月，你说的是真的吗？骗你天打雷劈。好孩子，好孩子，娘去给你们做晚饭去。秦九月坐了下来，眼前除了还不太懂事的老四小舒儿正低头咬手指，其他3个孩子都对他横眉冷对，尤其是老大，一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怎么看怎么糟心。今天娘怎么没有把面面吃完啊？以前娘都是第一个吃完面面，还要抢我们的面面吃。九月，你不吃了吗？秦九月点点头，宋秀莲立刻把秦九月剩下的面分给老大江青野和老二江青矿。奶奶，都给大哥吧，我吃不下。大哥得帮奶奶干活，要吃的多点。疼死人！不是做梦。人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不是人死了钱没得花，而是人又活了钱却没了。愁闷了半个多小时，秦九月忽然想开了。25世纪的秦九月已经死得彻彻底底，骨灰都被人扬了。他能重生到这个小毒妇身上，也算是上天垂怜，又给了他一条命，让他重新的活一次，没必要寻死觅活的。只有活着，才能有再赚一个小目标的希望，不是？折腾了一天，累得浑身酸痛，秦九月闭上眼睛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这一晚上，秦九月却一连做了3个梦。第一个梦，梦见杏花山下的老树桩上撞死了一只大肥兔子。第二个梦，梦见小河沟下游肥鱼泛滥。第3个梦，时间有点长又有点累，他梦见自己在田里割稻子，割着割着学会了2茬稻的收割法。翌日一大早，秦九月直奔杏花山下，果真在老树桩旁边看到一只撞死在树桩上的大肥兔子。好家伙，这得有10多斤重。难道昨天晚上的梦都是真的？拎着兔子匆忙跑去小河边下游，果然下游大肥鱼泛滥，蹲在岸边随手一捞，一只手捞上一条肥美的草鱼。秦九月左手拎着兔子，右手提着鱼，回家的路上路过了一大片稻田。按理说收成这么好，杏花村的日子应该美滋滋的，但是因为前几年打仗，国库亏空，赋税不得不加至4成，也就导致农民们交了赋税之后，留下的粮食勉强糊口。秦九月蹲在一片稻田前，认认真真地观摩了一下水稻，果真让他发现了梦中所梦见的休眠芽。水稻提前几天收，留下了休眠芽，2茬稻很快就会长出来，11月份就又能收割了，大大的提高了产量。他眯了眯眸子，一边思考一边慢悠悠地回了家。毒妇，你从哪里偷来的？快快给人还回去！关你屁事。那个，你会煮鱼汤吗？九月，想喝鱼汤了。吃了饭，娘去二叔家借点钱，到镇上看看有没有卖活鱼的，娘给你买一。九月啊，你跟娘说实话，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在河边抓的。啊，还有这个，也是我在山下捡的。宋秀莲很想相信秦九月，可这事儿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你爱信不信，晌午吃兔子，晚上喝鱼汤。你要是觉得我兔子和鱼的来历脏，那我自己吃喝。若是不赶紧藏起来，小心被那3家抢了去。你瞅瞅，你把崽子们带的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奶奶，是不是小毒妇又欺负你了？我现在就去找她算账。青爷，你娘没欺负我，你快把鱼和兔子拎到咱们屋。奶奶，你不怕他是偷的吗？到时候人家找来，又得砸锅卖铁的赔。让你拎你就拎，以后要乖乖叫娘，要不奶奶会生气的。其实宋秀莲做了姜老头子的续弦后，也想过几年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姜景言7、8岁的时候，姜老头近身打猎，被老虎咬断了腿，回来几天就不治身亡。宋秀莲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好不容易把儿女拉扯大，儿子又被征兵了，好不容易等儿子回来了，又因伤变成了活死人。他知晓自己身体不好，
为了照顾儿子和孩子们，正好买下了要被亲爹卖去青楼的秦九月，也就是原主。原主自然不愿嫁给一个半死人，进门之后馋吃懒做，欺压婆母，打骂孩子们是家常便饭。村里都说老姜家的恶毒媳妇儿秦九月在当地是出了名的，都能和山上的母大虫相提并论了。现在看到秦九月似乎转变了想法，开始对孩子们好了起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二弟，我猜不到那个女人在酝酿什么阴谋诡计，不过你多多注意，一定得看好三宝小妹，尤其是小妹。大哥，我知道昨儿是我没看好弟妹，被她钻了空子，不怪你，都怪那个毒妇。江野，来端碗。奶奶来了。这个给九月补补身子。她整日又馋又懒又尖又滑，有什么需要补的？秦九月一声不吭的用筷子把荷包蛋从中间拦腰夹开，一半夹给三宝，一半夹给小舒儿，然后沉默的端起碗低头吃饭。我吃好了。然后秦九月就离开了。娘给宝宝蛋蛋吃，娘变成好娘啦！嘿嘿，娘不再是坏娘啦。快吃吧，这是你们娘给你们吃的。这个毒妇又在想什么阴谋诡计？临近中午，老大忽然从院子里慌慌张张跑进来。不好了，那个毒妇她在院子里磨菜刀了。他想做什么？是荷包蛋，一定是因为小天和小树吃了他的荷包蛋。我就说这个毒妇怎么可能这么好心？荷包蛋是我吃的，要杀就先杀我。这个毒妇，我去跟他拼了！九月啊，这只兔子要怎么弄啊？我只收拾过鸡鸭鱼，也没弄过兔子。你先烧锅水，我来处理兔肉。好嘞。原来他磨菜刀不是要杀孩子，而是杀兔子。小孩子离远点。哇，娘，你太厉害了！宝宝是不是可以吃兔兔肉啦？是。耶，嘿嘿，宝宝可以吃兔兔肉啦！哎呦，哪儿弄的这么大的野兔子呀？老四家的，这么大一只兔子，你们一家人也吃不了啊？要不分大嫂一半吧？铁蛋好久没吃肉了。做梦！那老四媳妇儿，咱们可是一个院住着的一家人。说着，一只手忍不住伸过去。放手！哼，兔肉而已，搁谁稀罕似的。秦九月亲自动手做了一盆野兔烧萝卜。九月快吃，多亏了你，孩子们才能吃上一顿肉。你也吃，不用舍不得。晚上还有鱼汤，这也不是最后一顿，以后让你们天天吃肉。哼，你就吹牛吧。走着瞧。秦九月看得明明白白的，老大江青野是恨他的，脾气火爆，不过有一说一，情绪都写在脸上。老二虽沉默寡言，可对他的恨意并不比老大少。这孩子虽比老大小2岁，心思却比老大重得多。三宝奶凶奶凶的，就听大哥的话，成天跟在大哥身后，像个小跟屁虫。小舒儿就是傻白甜，有奶就是娘。换位思考，如果他是崽子们，他也会恨原主。饭后，那个今儿去把稻田里的水放出来吧，明儿下午就能收稻子了。九月呀，又不是天不好要来暴雨，怎么想起突然要早收稻子了？这会儿的稻子还没熟透，要是明儿收了，得欠收180斤稻谷呢。喂，秦九月，你是不是有病啊？现在收稻谷，你想让全家人都饿死吗？你是不是想饿死我们，你好改嫁？我保证，你们按照我说的来，一定会多收稻谷。若是没有，到时候我把差价补给你们。哼，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补？你告诉我，你拿什么补？好吧，就依你。奶奶，不用说了，奶奶已经决定了。等下老二在家看着弟弟妹妹，老大，你跟着我和你娘一起去放水。三人一下午就把稻田里的水几乎排干净了。明儿中午烈日一晒，下午收稻就没问题了。哼，你最好保证你说的都是真的，不然你就完蛋了。我非想办法弄死你。三人精疲力尽地回到家，刚进院子就听到三宝和小舒儿的哭声。
那么老大一只兔子，都让你们一家人给吃肚子里了。这2条鱼给我们吃怎么了？哎呦，娘，别说废话了，快去做鱼吃啊！我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不可以！江大嫂猛地推了三宝一下，三宝一屁股蹲在地上。你有病啊！心脏手也脏，来别人家偷东西还要不要脸？欺负小孩子还要不要脸？秦九月，你一个冲洗来的小娘们儿，还想在老家作威作福啊？还想爬到我这个大嫂子头上屙尿啊？你家这2条鱼啊，今儿呀我就吃定了！话罢，江大嫂像是疯了似的，用脑袋去撞秦九月。秦九月很快就被他磨得起了暴脾气，一脚踹在人胸口上，江大嫂一屁股蹲在地上。你不是要鱼吗？老娘亲手喂给你吃。说着，秦九月把手里的生鱼头狠狠塞进江大嫂的嘴里。我错了，我不该惦记你家的鱼，我不该把你家孩子推倒。老四媳妇儿，你饶了大嫂这回吧。去给我家仔仔道歉。是大伯娘不好，大伯娘不该推你们的，大伯娘给你们赔不是啊。大伯娘以后不可以推宝宝啦，宝宝屁屁好疼啊，手心也磨破屁屁了。道完歉的江大嫂赶紧拉着铁蛋，头也不回地跑回堂屋里。这个毒妇也太反常了，她的所作所为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她弯腰捡起地上另外1条鱼，去灶房里做鱼汤了。谁也不知道北屋炕上老二过得多么煎熬，他想站起来，想把弟弟妹妹护在身后，想把欺负弟妹的人都打翻在地，可他不能。这双没用的废腿，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他变成现在这样子，和秦九月脱不开干系。他恨秦九月。江家的堂屋里，江老大、老二、老三在镇子上给人做工，晚上也不回来，只有3家屋里人一起吃饭。老大家1个儿子铁蛋，老二家2个闺女招娣和地来，老三家1个儿子铁根。也不知道老四家的发什么癔症，今儿竟然跟我打架，气死我了！哎呦，是啊，大嫂，要不是地来害怕，我指定出去给你帮忙了。真的是不像话呀！那么大2条鱼啊，煮汤的时候那味儿都飘进我屋了。不给我们吃倒没啥，可不该不给大嫂你吃啊！爹死以后，大哥就是一家之主，您呐就是一家之母。可他们的做派呢，根本就是不把大嫂你放在眼里呀！哼，这个小贱人，看我日后如何唾沫死他！哎呀，也不知道呀，他们是从哪儿弄的这兔子跟肥鱼的呀？娘，俺也想吃藕和汤，馋死了。你也就配吃窝窝头，吃。娘，你是不是不讨厌宝宝了呀？不讨厌宝宝了。那娘，你以后也不会让宝宝去死了吧？秦九月一阵窒息，用力地点了下头。咦，太好啦！娘以前让宝宝去死，可是我挖不出一个大坑埋自己，就一直都没有死成。大哥哥、三哥哥，宝宝等下要和娘一起睡觉。乖，你跟哥哥一起睡。天知道那个女人会对小叔使什么坏。不嘛，宝宝就要跟娘一起睡。江家婶子，你怎么越过越昏了头了？这时候收大的，这不是要了庄稼人的命吗？青爷，你娘和你奶胡闹，你这长孙不拦着也就罢了，怎么能跟着也一起胡闹啊？快把他们拉回去吧，趁着还没糟蹋多少。哎，我说你们这收稻收的也不干净啊，只收穗儿啊！我他娘的活了40多年了，我还真是头一次看见这样收稻的。哎呀，昏了头啦，昏了头喽！这下好了，乡亲们都把我们当傻子了，我们可不就是大傻子吗？只要你不把自己当傻子，就不用管他们的话。稻谷还没长成，本就打得少，再向上交了税赋，等到冬里就等着一起喝西北风吧。大哥哥，不喝西北风，喝不饱的。娘说以后天天吃肉肉，嘿嘿。天天吃肉肉，这不就是骗傻子的吗？也就家里小叔这只小傻子信。
孤儿寡母，老弱病残，干了2天整才干完。娘，你要去哪？宝宝可以跟你一起去吗？我去抓鱼。你那么小，可以去水边吗？奶奶说宝宝一个人不可以去水边，可是跟着娘应该就可以了吧？小家伙还挺机灵的。毒妇，你带小叔去哪儿？大哥哥不担心哦，娘带着宝宝去抓鱼吃。真的？爱信不信。小叔儿，你还是跟着大哥一起吧，我一个人去。娘，宝宝真的好想去，求求大哥哥了。罢了，那我也去。三宝，大哥带你去抓鱼。不要去深水店儿，老大，照顾好三宝和小叔啊，还有你娘。知道了，奶奶，我们很快就回来。三宝和小叔儿，他自然是要照顾的。至于那个毒妇，哼，落水淹死才好。要不要比赛？看谁捉得多。我一个人对你们兄妹3个。好啊，小妹没用，给你凑数了。大哥哥，你礼貌吗？给我就给我。宝宝跟着娘去抓鱼。输掉的人学狗叫，怎么样？确定。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呢？我也没问题。嘿嘿，娘，宽宽。嘘，小妹，咱们才是一伙的，你要在这里当奸细，听到了没有？说罢，他就拉着三宝跑掉了。秦九月抱起小舒儿，拿着剩下的木桶、竹筐和叉子，开始往下游走去。小不点儿，你记住了啊！你呢，就乖乖坐在木桶旁边，哪儿都不要去。等我抓鱼回来，带你回家做红烧鱼。娘放心，宝宝乖乖听娘的话。秦九月双腿岔开站立，等鱼儿甩着尾巴游过来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双手一左一右抓住，放进竹筐里。很快，小竹筐就满了。小舒儿，你在这里乖乖看着鱼啊。小草，娘变好了哟，宝宝好喜欢现在的娘亲。喂，时间到了，回家了。哼，秦九月就等着学狗叫吧。奶奶，你看看我抓的鱼儿。我们小野真厉害，等会儿奶奶就回去给你们做鱼吃。大哥，那个毒妇的木桶看起来好重啊，里面肯定都是河水，他就是想让咱们觉得他抓鱼抓得多，让我们担心自己要学狗叫，从心理上击溃我们。不用管他，等他过来就知道了，脸都给他打肿了。三宝，站直身子，拿出气势来。我看看毒，你抓了多少？大哥，怎么了？你快来看看吧。江青也大步流星地走过去。鱼，好多鱼啊！完蛋了，要和大哥给毒妇学狗叫了，这简直太丢脸了。好吗？愿赌服输，我抓的鱼少，我输了，让三宝学狗叫，三宝叫2声就把我的那份给代替了。你听好了，我只叫2声哦，我。九月，你是怎么抓到这么多鱼的呀？大概是他们知道上游有2个真傻帽在抓他们，他们不想被傻帽抓住，就成群结队的跑来下游了。走，回家给你们做鱼吃。这是鲤鱼，这是草鱼，这是黄鳝，这也是黄鳝。怎么那么多黄鳝啊？娘，这一条小鱼长得比其他小鱼都漂亮，和娘一样漂亮呢。小妹变成了一个小叛徒，好气啊！我明日可以去镇上吗？当然可以，不过九月，你想要去镇上做什么呀？这些鱼太多了，吃不了，我打算拿到镇上去卖掉，卖了银子买点其他的东西。那好，等下吃了饭，我去西边告诉一下郭大哥，让他明日去镇上的时候拉上你。娘，可以带宝宝一起去镇上吗？小舒儿想要去镇上，吃了饭再说。小舒啊，你先去找二哥说说话。嘿，二哥哥，宝宝来陪你啦！咦，大哥也在啊？他真的抓到了好多鱼，满满的大半木桶。我打眼那么一看啊，少说也得有30条。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而且啊，他都拎回来了，让奶奶炖了3条大飞鱼。要是搁在以前，他把鱼放生都不可能给我们吃的。事出反常必有妖，他明日不是要去镇上吗？你要一起去，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本来也是打算要去的，毕竟啊，小舒儿这个小笨蛋非要一起跟着，万一要是小舒儿被他带到镇上卖了，那可就糟糕了。哼，宝宝不是小笨蛋，大哥哥。你这个小叛徒，他就给了你一个好脸色，你就巴巴的跟在他屁股后面当了小跟屁虫了。鱼汤上了炕桌。啊，那个，哎呀，地来这死丫头呀，非要来找小舒儿玩，我就给抱来了，正好这赶上你们吃饭了。哎呦，这可真是巧啊！那啥，地来还没吃东西呢，今儿个还没给他开小灶。哟，二伯娘，时间不早了，你还是赶紧去给妹妹弄吃的吧。妹妹这么小，饿到就不好啦。宋秀莲也不说话，平日里他们不管吃什么，也从未接济过家里的孩子，一个窝窝头的来往都没有。那会儿给儿子看病，花光了所有银钱，几个孩子到了啃草根、啃树皮的地步。宋秀莲舔着脸，想要去3家借点米面，却没有一家给。这来得早呀，不如来得巧啊！要不就让地来跟着你们一起吃点呗。婆母啊，你应该不能不同意吧？不能就老四的孩子是您孙子呀，这地来他们可不都是您的孙子孙女吗？这咋还能一样的孙子两样对待呢？是吧？这样可不好，容易让外人说笑话。这鱼汤看着味道就不错。滚！嘿，老四媳妇儿，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啊？我好歹也是你二嫂啊。二伯娘，咱们早就分家了好不好啊？平日里你们做什么吃的也没说分给我们一些吧？那我们凭什么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你们呀？这不是都是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哼，你来吃我们家东西的时候就是一家人了，我们享用你们家东西的时候就是已经分了家了的外人，好的赖的可都让你说了。要是这事儿搁在我身上啊，我可万万是没有这个脸的。你这是说我不要脸啊？你可没有不要脸，你脸皮多厚啊？哼，赶上人家2层厚了，分明就是名副其实的2皮脸。被母子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呛白，江二嫂无论如何都坐不下去了，气冲冲的出了屋。快吃吧，等会儿凉了就该兴气了。三宝、小叔啊，你俩多喝点汤，小孩子吃鱼会变聪明的。一家人把一大盘鱼汤干了个干干净净。别看我，你是大姑娘吗？还怕人看？你不想跟你说话。大哥，今天晚上我去看道过，我什么都做不了，还要奶奶和大哥伺候，真是个废人。不用，我去就好，我特能出汗，在外面睡舒服得很。老二，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跟我抢，要不然大哥可就生气了。明日一早我也要跟你一起去镇上。哦，你们2个不来洗脚？我不洗，我今儿在水里洗啊，反正我就是不洗。不洗脚就休想上炕睡觉。那我要自己洗，你离我远一点。成，我还能把你按进水里淹死不成吗？你没有把他按进水里淹死，但是你逼他喝自己的洗脚水，你不会忘了吧？秦九月头皮一紧，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那么一个场景。夏日时，他坐在院子里乘凉，三宝和小舒儿在外面洗脚，2个小家伙4只小鸭鸭放在一个盆里，小孩子心性跳动，洗着洗着就打起水仗来。小舒儿一不小心将洗脚水溅在秦九月身上几滴，秦九月当时便踢了2个孩子一脚，非要让小舒儿把洗脚水喝掉。小畜生！我喝，不要欺负妹妹。秦九月，你个毒妇，你迟早要被天打雷劈。三宝，不喝了，乖乖听哥哥的话，过来，哥哥保护你们，过来。站都站不起来的小残废，还想要保护他们，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你个死残废，你和炕上那个活死人不愧是亲爹俩，一样的无用。我要是你啊，我早就一根白梁子吊死算了，
省得拖累别人。刺耳的笑声穿过苍穹，同时也彻底穿破了老二的自尊心。他深吸了口气，我给你打水，你们出来吧。啊，你来好好的洗洗脚，洗干净。洗完叫我啊。为了让三宝安心，秦九月头也不回的进酒屋里。你们兄妹仨咋敢跟着他去镇上的？国家爷爷，小顺儿和三宝想要去镇上看看。哎，你知道的，我就在镇子口等你们。要是发生什么事儿，立刻跑到镇子口去找我，记住了没？谢谢郭爷爷。过了半盏茶时间，剩下的村民终于来了。李春花带着她的幺儿小狗，还有原主那个手帕胶，也就是怂恿原主卖孩子的陈秀秀的婆母王大娘，老郭头慢悠悠地驾着车往镇子上走去。小狗儿娘，你家小狗比三宝大多少啊？我家小狗呀，比三宝要小1岁呢，比小丫头片子大1岁。哎呦，那还是你会养娃娃，壮壮实实的，看个像啊，比三宝大1、2岁似的。你瞅瞅三宝他们兄妹俩，面黄肌瘦，倒是当娘的白白嫩嫩的。那是，亲娘和后娘能一样吗？哎呦，说的也是，隔了肚皮呀，当然不一样了。哎，有事儿说事儿，别动手动脚的。我是想说啊，大前天你家三宝用土磕了砸我家小狗脑袋了，小狗脑袋都起包了。谁让小狗说我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我家狗说的不对吗？你们不就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吗？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我是说啊，你家这几个野孩子有娘生没爹教，不懂礼貌没有教养。九月啊，不是嫂子说你啊，你就不能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们吗？还是说你这个当后娘的根本没有威严，几个孩子根本不听你的呀？秦九月缓缓地抬起右手，手腕灵活地转动着。许久没有动手打人了。是，这孩子就得打，不打呀不懂事儿来。秦九月深吸了口气，手有点伤，打得差强人意，多多包涵吧。小贱人，你竟然敢打我！孩子不懂事该打，大人不懂事更是该往死里打。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今日我不打死你，我就不姓李，我跟你姓。秦九月轻盈地侧开身子，闪过李春花的白骨爪，而后往李春花的腰间猛地踹一脚，直接把她踹下驴车。哼，活该！郭爷爷，快停下，我娘掉了！咋回事啊？平平淡淡的下坡路，咋还落车了？狗儿娘，快过来！李春花哭哭啼啼地从地上爬起来，追上驴车，爬上去。这老姜家的小儿媳妇儿，莫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体了？咋还护上孩子们了？这也太出奇了吧！切，要饭去别家要啊！别耽误我们酒楼做生意。我想见一下你们掌柜的。哼，我们家掌柜的岂是你说见就见的？快走快走快走！说好的来的是客呢？说好的喜迎八方客呢？只记得笑纳四方财了吧？哼，去对面。对面也有一家酒楼。哎，客官，您5位里面请来。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想见一下你家掌柜的，可以吗？啊，你们先请坐，小的这就去后厨请我们家掌柜的。一炷香的功夫，店小二带着一个年轻男人过来了。哎，掌柜的，就是这位姐姐说要见你。哟，不知道小娘子找在下何事啊？这是我们在村里小河里抓的鱼，都是纯野生的。掌柜的，您看您要不要啊？哎呀，小娘子也看到了，咱们家酒楼里啊，客人甚少，也就是在中午和傍晚的饭点能上几桌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的生意不如对面的好？不瞒小娘子说，这对面的可是老字号了，100年招牌，光是那个招牌菜那就是10几样，厨师更是从5湖4海请来的大厨，咱们跟他们没法比呀。你们通常怎么做鱼？啊，煎炸焖煮炖。片鱼吗？片的呀，片的鱼片用面粉裹起来，放在油里炸，夹出来之后撒上盐巴和辣椒碎，味道也不错。这样，我送给你们一个做鱼的方子，你们觉得味道可以，就收下我这一木桶鱼，怎么样？哎呀，反正眼下酒楼里也没有客人，唉，折腾就折腾吧。好，小娘子，后厨请。看好弟弟妹妹，不要乱跑，等下卖了鱼就给你们买吃的。大哥，要是他把酒楼里的后厨给烧了，那该怎么办呢？
不会要拿我们抵债吧？不会的，三哥哥，好娘是不会卖我们小宝宝的。江青也没有听到弟妹的对话，他现在心里有些乱，因为这个毒妇好像真的同以前大不一样了。后厨，这是要片鱼片吗？要不让厨子来。秦九月一边摇头，一边已经上了手，将鱼头去了，后半部的鱼尾也剁掉，从脊背上面开始下刀，顺着鱼的脊骨将整片肉片下来。这刀工的确不错。我看也是。这小娘子年纪不大，这手刀工看起来倒像是学习厨艺很多年了呀。将鱼片放入盘中，加入盐巴粉、一点点白酒、生粉和一个蛋清抓匀，腌制1炷香的时间。之后锅热倒油，放入葱、姜、蒜、花椒和一大把干辣椒爆炒。出味后放入鱼尾和鱼骨头，加入少许黄酒和稀释的快没有颜色的炭油，加盐放水，待水开以后捞出鱼尾和鱼骨。掌柜的，你们家有豆芽菜吗？什么是豆芽菜？没想到平行时空的这个时代竟还没有豆芽菜。没有也没有关系，随便给我找点蔬菜吧，麻烦帮我煮熟备用。掌柜的立刻让厨子去准备，大火将汤底烧开，下入鱼片，一盏茶的时间关火，厨子的青菜刚好拿来。秦九月连同汤底带鱼片一起倒入盛了青菜的碗中，大火烧油，抓了大把花椒、干辣椒撒到油里面，香味瞬间被爆出，水煮鱼片的麻辣辛香撞击了掌柜的味蕾。可以吃了。从热气腾腾的油里夹出来一块鱼肉，吹了吹放进嘴里，他忽而眼睛一亮，香，太香了，又麻又辣，又鲜又香，这鱼肉还是滑嫩可口的，妙极了。小娘子，你的鱼我全都要了，咱们现在就去算账。总共卖了238文。小娘子，不知道这2条鱼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掌柜的，听说过野生刀鱼吗？这就是野生刀鱼，传说当中1斤可买半头猪的刀鱼。没错。小娘子，这2条都能卖到2两银子了。小娘子，你听我的，你去周府卖，他们家有钱，周公子对吃食上更是要求颇高，你去那儿卖绝对能卖得出去。你家平常价位的鱼以后就送到我这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好，那就谢过掌柜的了。你带着弟弟妹妹在这边等我，我去周府卖了鱼就回来，不要乱跑，省得我回来看不到你们。就去卖包子旁边，那里有树荫，我会回来的。娘，你快点回来找宝宝哦。好，宝宝乖。包子肉包子，好久都没有吃过肉包子了。哼，等他回来我就让他给你们买肉包子吃，他要是不买，我就揍他抢钱。大哥，不能打娘的。不用你操心。看不到，闻不到，宝宝不吃肉包包。真是个小笨蛋。要饭的得赶上饭点儿，你在外面等1个时辰吧。哎，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是来卖东西的。卖肾。小哥，麻烦去问一下你们家管事的要不要买野生刀鱼。切，我还以为卖什么宝贝呢，就1条鱼啊。我们周家像是缺1条鱼的吗？快走快走，等下我们家大少爷就回来了，你莫要在这里冲撞了我们家少爷。怎么办？拳头有点痒。哎，我们家少爷回来了，你快让开。等到轿子靠近门口后，周公子是否可以看一下我家的野生刀鱼，1条重1斤多。立春，收下。蒋娘子，我再看看怎么卖啊？1条1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啊？1条鱼1两银子，你这鱼是肚子里有金叶子还是镶了银子？我家公子心地善良，要收了你的鱼，你见好就收得了，还漫天要价，真是没见过你这种人。你去问问你家少爷。我不用问就知道，我家少爷肯定不可能注重。立春，给他2两银子。爷，1条鱼让你给你就给，哪来那么多废话？好，2两银子，加个木头。那可不行，1个木头1两银子。你贱商！愤怒地瞪着秦九月，2只手伸进木桶里，1只手抓起了1条鱼。起轿回府。轿子路过秦九月跟前，轿子里的人咳嗽声传来。
鲜南瓜取藤放在瓶中，经过1夜，次日便会有汁水滴入瓶中。每日取汁，早上用开水冲服，晚上取杏仁5颗，去皮压碎，用热水煮沸后加入5钱冰糖，熬成稠状服用，可以有效缓解咳嗽之症。说完，秦九月转身离开。周子昂掀开轿子侧面窗围，只看到一个身材高挑纤瘦的女子背影。秦九月快步回去，老远就看见包子摊前围了一群人，似乎是小舒儿在哭。他看到小舒儿坐在地上，大颗大颗的泪珠子啪嗒嗒的落下。同3个孩子相对峙的是包子摊的老板。哎呦，你们还委屈上了呀？啊，你们偷包子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被抓包时会不会难堪呢？哼，这小小年纪就做偷鸡摸狗的事儿，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大了也是监狱里的常客罢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没有偷你们的包子。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包子熟了，我打开蒸笼，正好那边有客人结账，我就舍了包子先去收铜板。等我再回来，蒸笼里的包子刚好少了3个，除了他们3个，根本就没有其他人在这边。他们穿得跟乞丐似的，一看就知道是穷光蛋。穷光蛋见了肉包子，那可不得像见了亲娘一样啊！偷了我家包子呢，要么10倍赔偿，要么就去告官。我可以相信你吗？我和弟弟妹妹都没有偷包子，我们一直在等你。好，你们说我家孩子偷了包子，你们有证据吗？如果你现在不能给我拿出证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诬赖我们家孩子，我可以向县太爷告你们诽谤。乡亲们，你们听听啊！你们好好听听，贼喊捉贼这一招啊，玩的可真是好，真是妙哉啊！这种人家简直就是风铃镇的耻辱，那买不起就不要吃嘛。偏偏你们来偷的，偷完道个歉赔个偿也算了，偏偏你们死鸭子嘴硬，死不承认，这可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你可以好好说话吗？我呸！跟你们这种贼啊，就不配好好说话。你再说一遍谁是贼？违背天理了，这是呀！贼欺负人了呀！贼打人了这！来呀！你以为老娘怕你啊？眼看着2个女人要当街打起来，正好巡查的官差过来了。怎么回事？官差大人，你们来的正好啊！你们快把这家子贼给抓起来！胖女人拉着官差的胳膊，把笃定孩子们偷包子的事儿又重复了一遍。3个包子是你们偷的吗？不是，我们没有偷包子。事到如今，他们哪敢承认呢？按照刚才老板的说法，有人要结账，所以他打开蒸笼以后，先去收了铜板，紧接着又回来。这中间不过一个转身来回。如果我家孩子真的偷了包子，他们能在一个来回的时间中把热气腾腾的大包子给吃光吗？对，你说的有道理。可是那会儿蒸笼旁边只有他们兄妹仨呀，根本没有旁人过来。难不成我家那3个包子还能长了翅膀飞了不成啊？这话说的也有些许道理。这细泥和的真是妙啊！这个案子有些棘手啊。哎呦，官差大人呐，一点都不棘手。要我说呀，干脆把他们肚子剖开，看看他们这肚子里面有没有肉包子，就真相大白了呀！这可使不得，就3个包子的事儿使不得的。哟，小娘子啊，要不你就说2句好话，把这3个包子的钱给结了，带着孩子赶快回家吧。你看孩子哭的也挺难受的。对啊，2人各让一步，哪能剖肚子呢？像什么话呀？有刀子吗？恶妇，坏女人，你还是不相信我们，你还要剖开我们的肚子，我们会死的。我那么小，还没有长大孝顺奶奶，我不想死，大哥。刀子呀，有的有的。拿了一把开了刃的小刀过来，来给。的确，想要知道我们家孩子有没有偷吃包子，看看他肚子里的东西是最直观的方法，所以我就让你去看看。我就剖开肚子自证清白。他扑上去，秦九月闪身躲开。你给我老实站着！他还非要自己动手。话落，秦九月忽然举起匕首，出乎意料，猝不及防地转过身，按住胖女人的身子，
小臂抵住他的脖子，一路前进，直到胖女人的后背重重地撞在墙上。秦九月手中锋利的匕首刀刃，距离女人的眼睛只有一根绣花针的距离。那我就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丢去我孩子的肚子里看看吧。江青也面色复杂地盯着手里拿着匕首的秦九月。所以能不能好好说话？能不能不张口闭口就是贼？也能。确定？确定啊，确定，我确定。秦九月手指蓦地一松，胖女人终于松了口气，一溜烟的跑到自家男人身后。青爷，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到包子摊附近有可疑的人？因为弟弟妹妹想吃包子，可是我身上没有带够钱，所以三宝和小舒儿就想了个办法，背对着包子铺，捂上鼻子，这样便看不见也闻不见，我就随着一起转身了。我们真的没有吃包子，你们可以闻一闻我们的嘴巴里面有没有肉的味道就是了。说着，小家伙跑到官差面前。官差大人，你闻一闻我的嘴巴。官差果真蹲了下来。啊，的确没有肉包子的味道，不过有股腌萝卜条的味道。是的，我们今儿早吃了萝卜咸菜。三宝没想到这位官差大人的鼻子那么厉害，比村口大黄狗的鼻子还要灵。不可能啊，我们家的包子那总不能平白无故的飞了吧？可是事实证明，3个孩子没有偷吃你们家包子，只能说明这个贼另有其人。话音尚未落下，一个妇人硬扯着一个孩子的胳膊过来了，小脸都哭花了，手里还拿着一个肉包子。实在对不住啊，我家孩子刚才偷了3个肉包子回家，没给钱。快说！对不起，是我做错了事情。我娘让我买肉包子的同伴，买了小糖人和小糖棍儿，我就怕回家我娘会骂我，我就偷了3个肉包子，我的手都烫秃了皮了。真相终于大白了，偷包子的事情解决了，你冤枉我们家孩子的事情又怎么算？我们家孩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你们指着鼻子骂成贼，又怎么说？去和我家孩子道歉。孩子，是我们不好，我们不该没有证据就随便胡乱怀疑人，冤枉你是我们的错，我们给你们兄妹赔不是了。这是他第一次被大人道歉。我接受你们的道歉，但是我想说，我们虽然穿得破旧，可是我们的衣裳都干净，我们不是小乞丐，我们虽穷，可我们有骨气。是我们不好，这样，我白送你们肉包子，我送你们10个肉包子。不必了，几个包子而已，又不是买不起。说罢，从钱袋子里摸出来20个铜板。青爷，去买12个肉包子。我要12个肉包子。有点烫啊，慢点拿。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家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无妨。宝宝可以吃了吗？可以吃了，日后宝宝若想吃肉包子，随时可以吃到。娘也吃。娘不吃，宝宝吃啊。日后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这样乱说，亏你这次遇到个孤儿寡母，若是遇到一个不讲理的汉子，能气得把你的摊子砸了。江青也跟在秦九月旁边，嘴角不停抽动着，想说声谢谢，可无论如何都出不了口。大哥的嘴都被烫得直抽抽了。你才抽抽，笨蛋三宝。江青爷，你知道自剖肚子自证清白的行为有多么愚蠢吗？你性格太冲动了，过刚易折。我那是怕你真的来剖开我的肚子，我寻思着让你动手，还不如我亲自动手，最起码我心里有数。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因为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根本没办法让我们相信你。以前在村里，我们和别家的小孩打架，就算根本不是我们的错，你也会用藤条把我们狠狠地抽一顿。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们。说完，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像是个告状的小屁孩，很不爷们儿。以后不会了。到了布庄，小娘子尽管看看，想买些什么布料啊？小娘子，你看看这几匹布怎么样？价格实惠又耐穿，
就是颜色深了一些，不过耐脏啊。老板，这匹天蓝色，按照它的体型来裁剪，要2身；旁边那匹，按照我的身量来裁剪，也要2身。小娘子，你这身量约莫7尺，小哥这身量约莫5尺半，按照咱们正常裁剪啊，都要多余半尺，也就是天蓝色布匹12尺，烟灰色布匹15尺，我这就给裁了。成，剪吧。老板，这匹布给我裁够我这2个小崽子1身衣上的布料。哎呀，小孩子小，2个娃子够8尺就好。他给我们买了好布做衣裳哎。是的，娘好。算账吧。天蓝色布匹5文1尺，总共60文；烟灰色布匹同价，总共75文。麻布贵一些，10文1尺，总共是80文，加起来215文。抹去零头，给我210文吧。江青也抱着布，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个，咱们该回去了吧？不急，再去一趟粮铺。江青也只得跟着他一起去粮铺。路上，秦九月还给三宝和小舒儿每人买了一个小糖人儿，要回家给奶奶吃第一口，然后一起分享吃。宝宝也是。粮铺里，这位小娘子是要买粮食吗？给我来10斤绿豆，10斤黄豆。好嘞。称量好之后，又看了看大米。20斤大米也不一定扛造，吃光了再说吧。小二算了账，总共是220文。秦九月从钱袋里摸出一块1两的碎银，江青野的眼睛都绿了。他难道真的把那个什么野生刀鱼卖出了天价？若是野生刀鱼这么赚钱，那我以后每日里都去小河里抓鱼，岂不是赚翻了？粮铺隔壁是杂货铺，平日所使用的调味品都在杂货铺里有卖。秦九月毫不吝啬地买了1斤黄酒、1斤老陈醋、1斤酱油、10斤菜籽油，还买了一些茴香、八角、干辣椒、少许的冰糖和砂糖，不能委屈了自己的舌头。不是说古代有种酱油特别好吃的吗？怎么没有啊？那是什么？黄豆酿制的，咸咸的，黑色，可以调味，和普通酱油有所区别，据说价格很贵。你说的是太油吧？太油特别贵，普通人家根本吃不起，就算杂货铺也没有好多，肯定不会摆在外面的。有没有卖的太油？小娘子这是拿咱寻开心呐，还是真心想买？自然是真心想买。得，但是提前咱们得把价钱说好，1两太油要足足120文，小娘子还要吗？秦九月点点头，江青野目瞪口呆。得嘞，小娘子要几两？先来2两。你清醒一点，有酱油吃就不错了，还要吃什么太油呀？秦九月，你是不是疯掉了？去打2两太油来。我是要用太油做些吃食的，不浪费。很快，小二屁颠屁颠的拎来2两太油，拿好了，240文呢。在杂货铺足足花了400文，江青野疼的心都在滴血，在心中暗暗发誓，等他日后长大成了亲，一定不能让媳妇儿管钱，耐不住燥啊。回去镇子口的路上，路过猪肉摊儿，秦九月割了2斤猪肉，10斤猪板油。你们早说要买这么多东西，我就去给你们帮忙了。等等狗儿娘俩和王家嫂子行不？郭爷爷，给你肉包子吃。老江家这媳妇儿，这是开了窍了。爷爷不饿，你们小娃娃吃。爷爷上午啃了2个大饼，现在还饱得很。郭爷爷，我们买了好多，您就快收下吧，我胳膊都酸了。郭叔，你吃吧。成，郭爷爷就舔着老脸收了。有话直说，扭扭捏捏像什么样子？那个野生刀鱼好不好抓？对我来说还行，对你这种连1斤重的鲤鱼都抓不上来的小朋友来说，可能是有点困难。哼，看不起谁呢？喏，哼，不吃，饿死你算了。不让我吃，我偏要吃。过了2炷香的功夫，狗儿娘俩和王大娘才有说有笑的过来。哟，老郭头，你最近是不是发财了呀？这么多东西得多少银子呀？娘，狗儿想吃小糖人儿。
给我家狗掰一块。你是乞丐吗？你他娘的才是乞丐呢！我只见过做乞丐的，张口就讨，伸手就要。让你吃，让你要，你亲娘老子都被贱人冤枉成要饭的了！你他娘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张口就是一股臭味，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用嘴刷干水桶。他抬起手掌要冲着江青野的脸落下，他高高举起手臂。你放开我！来的时候挨了揍，记吃不记打呀？要不是看在这郭大叔驴车的份上，我非打得你满地找牙不可。回村后若是还想挨揍，尽管去我家找我，姑奶奶满足你的一切需求。说罢，秦九月用了手劲狠狠地甩开他。李春花坐在角落一言不发。车上他舒展不开，等回到村里，秦九月就完蛋了。今天一整日被秦九月又打又骂又威胁，他一定10倍凤凰回去。杏花村村口，李春花和王大娘一起下了车。青爷娘，你买的东西多，我把你们送到家门口吧。啊，感情那一大车的东西都是秦九月买的。小贱人还真是有本事啊，果然不要脸，来钱就是快呀。你瞧瞧，郭叔这么老实的人，都对他跟对咱们不一样。谁让人家长得俊呢？呸！贼不要脸！呸！驴车已经来到老江家大门口。你们回来了，他郭叔多谢了。这都是我家九月买的。这个也是。我的个乖乖！宋秀莲也开始帮着往家里搬东西。大嫂呀，你说他们孤儿寡母的，是哪儿来的银钱呢？切，老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小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婆媳俩一块儿赚男人的钱，还不是跟玩似的。九月呀，你哪儿来的银子？这么多好东西，得多少银子呀？奶奶，是卖鱼赚了钱，野生刀鱼太值钱了，我日后每日吃完饭都要去小河里抓鱼。秦九月已经起身出去门外，屋里江青野把在镇上被冤枉偷包子的事情和宋秀莲完整的说了一遍。委屈我孙儿了，这回呀，多亏了你们娘，你们得好好谢谢九月。再说吧。奶奶，给你吃第一口小糖人。奶奶，宝宝也给你吃。宋秀莲虚晃的咬了一下，实际上都没有碰到。乖乖，去给你们娘吃一口。娘，吃糖糖。我不吃，小顺儿吃吧。娘给宝宝买的糖要分享，娘吃。秦九月只能弯下腰，小小的咬了一口。三宝沉默的伸出手，秦九月假装不懂。你做什么？快点吃一口呀！不让他吃第一口，奶奶肯定会生气的。奶奶对他真好。一口太少了，我想吃半个糖人，可以吗？那好吧，不过你吃快一点。我已经咬了小顺儿的，尝了味儿了，你快自己吃吧。三宝站在原地咬了咬嘴唇，然后扭身跑去屋里和大哥二哥分享糖人儿了。我有买调味品，酱油、老陈醋、辣子、八角都有的，都是金贵东西。买了就是吃的，天热若是放坏了，岂不是更心疼啊？那下次做饭我就放。饭后，宋秀莲在灶房里熬猪油，秦九月在院子里冲洗陶罐。娘，你在干什么呀？把陶罐洗干净，发豆芽菜。娘，什么是豆芽菜呀？很快小顺儿就知道了。好的，宝宝可以给娘帮忙吗？不用了，破裂的陶罐会割破你的小手的。那娘也要小心哦。其实留下来也不错，绕过怀孕，她已经拥有了4个小崽崽，虽说承认她的只有1个。宋秀莲从灶房里出来。九月，你弄这些碎掉的陶瓷瓦底做什么？我要发豆芽菜，这些不够，咱们家里还有没有能用的器皿？木的、铁的都可以，只要有凹槽。对了，有的。你公爹活着的时候以打猎为生，猎的许多猎物都要放血，所以你公爹特意去铁匠铺打了2个大托盘，放血凝块拿去卖。我去给你找找。麻烦了。不多时，宋秀莲就把东西找出来了。
他接过来一起洗刷干净，和陶瓷罐底一起拿进屋里晾起来，又拿出洗菜的木桶，先将绿豆洗干净，又将黄豆洗干净，去掉掺杂其中的杂质和漂浮在水面上的坏豆，放在2个用热水烫过的托盘里，托盘里装不下的放在2个小陶瓷罐里，分别加入适量的温水，水位以刚好同豆子平齐为最佳标准，放在通风干净的地方，等待豆子泡发。这会儿猪油也熬好了，宋秀莲把猪油渣捞出来，端到屋里炕桌上，晾凉之后，立刻给三宝和小舒儿一人夹了一大块。三宝，你干嘛呀？哼，都是油，会把衣服弄脏的。我要装在兜兜里，明儿出去给他们看看，我们家也吃得上猪油了，省得他们一直说我们是穷鬼。想吃多少吃多少，吃完以后，明儿啊，拿剩下的出去显摆。我保证，以后你们只要想，天天都可以吃上猪肉。哎呀，就怕到时候啊，你们自己吃够了。切，谁会吃猪肉吃够呀？永远都吃不够。翌日天还没亮，秦九月就偷偷摸摸地爬起来。说实在的，宋秀莲做的饭是真的不太好吃，她要自己做饭。一刀切下8两猪肉，先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儿。大铁锅烧热，放入菜籽油、姜丝、蒜片和辣子、花椒油放在里面爆炒，煸炒出香味儿，再放入肉丝，快速翻炒，使肉丝变色，加入酱油，一点点太油，等到肉丝上色，最后向里面加入小半碗水，开锅即熟，把肉丝儿盛起来，锅里留了肉汁，加入2大瓢水，慢火慢煮着。锅里的水开了，将面条下锅煮熟，用罩篱捞出面条，过一遍凉水，而后盛入6个碗中，面条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爆炒肉丝。九月，你起来做饭了？起得早，就顺便把饭做了。起来吃吧，三宝，去叫大哥回来吃饭。肉肉香。儿媳妇嫁过来1年多了，从来没有进过厨房，今天居然做饭了。九月，原来你会做饭呀？之前学过一点。闻起来真香。这个面的做法，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是肉丝烩面，改明儿我教你，很简单的。哎，好嘞，都怪娘不好，是娘的厨艺不行。九月，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教教娘，娘给你做。我回来了，奶奶，今天做了什么这么香？今天不是奶奶做的，是你娘做的，快坐下来吃饭。她还会做饭？说什么呢？你这孩子。先去洗手。哦。怎么样，味道还行吗？好吃啊，九月，不是娘夸，是真的好吃。你这厨艺比娘的厨艺可好多了。宋秀莲一边吃着，眼睛里一边盈满了泪水。她竟然在有生之年吃上了儿媳妇做的饭，味道还那么好，真是值得了。饭后，秦九月去看了绿豆和黄豆，经过1晚上浸泡，温水已经被豆子吸收干净了。豆豆长胖胖，把衣服都给撑开了，都露出了白白的大肚子了。豆子全部发了芽，秦九月目测预估了一下，豆子的发芽率大概达到98%，这么高的发芽率让秦九月很是意外。哎，不可以碰，碰了以后豆芽菜就长不出来了，还会让周围其他的豆子一起腐烂掉。碰一碰，就那么严重的吗？这一罐呢，三宝和小舒儿你们2个人养，你俩跟我学，到时候看看谁的豆芽菜长势最好，怎么样？好的。弄好豆芽菜，秦九月便拎着小木桶和老大老二编的竹笼子去小河边了。秦九月前脚刚出去，后脚江大嫂和江二嫂就一人拎了一个小木桶，紧随其后去了。大嫂啊，咱不叫老三媳妇儿啊？不叫，他前怕狼后怕虎的，不叫他，咱俩去。成。秦九月来到河水下游，2人很快也到了。大伯娘、二伯娘，你们是要来抢我们的鱼吗？呸！怎么就你们的鱼了？这条河是你家开的呀？你问问他，他能答应吗？小年纪，心眼可真毒。对，河是大家的，各凭本事赚。不过，毕竟前日从我们家抢鱼的还真是你，你强盗的形象在我们家三宝眼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家三宝只是以为你还要从我们的桶里抢鱼而已，
按你的逻辑，心眼最毒的是你啊！切，还真把自己当成亲娘了。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你以为他们会待你好啊？等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了，早就一脚把你踹到8丈远了，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心险恶。秦九月随手把木盆里的水泼出来，刚好打湿了江大嫂的裙角。秦九月，你是不是故意的？哎呦，大嫂，你先不要生气嘛，我们要跟着这个小贱人一起捞鱼，等我们捞上鱼之后再收拾他。行，我暂且放他一马。你们俩乖乖坐在树下，不要靠近小河边啊！两个小家伙乖乖点头。希望娘抓好多好多的小鱼。江大嫂和江二嫂下了水之后对视一眼，两人分别站在秦九月的左右两边，等鱼来了，他们俩一起上，一定能抢得过秦九月。秦九月懒得理他们，他们先把竹笼子下在水里，里面放了一些早上在稻田里抓的蚯蚓，然后慢悠悠地往更下游的地方走去。哎，鱼，真有大鱼！江大嫂双腿跨立，微微弯腰，两只手预备好，做出抓握的姿势，等待鱼儿来到她的跟前，距离她的小腿不过8丈远的距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鱼儿。忽然，她猛地将手扎进去，两只手快速而又猛烈地抓握，抱着一定能抓住的决心。江大嫂却是抓了一把空，那看起来不怎么灵活的笨鱼，在她双手入水那一刻，忽然灵活起来，甩动着尾巴，轻松地绕过她的双腿，直直钻进秦九月的水桶。贱货，你快把老娘的鱼还给我！小秋对你不客气啊！你的鱼，你叫他一声，你看看他答应吗？你这是强词夺理，耍流氓！拜托，我在你们下游，你在上游都抓不到鱼，只能说明你垃圾而已。那感情，只要出现在河里的鱼被你看到了，那就都是你的了。村里那么多大老爷们儿，你看一眼就都得给你当相公。你不要脸！你说的什么话？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秦九月双手开弓，左右掌掴，狠狠的2巴掌落在江大嫂脸上。你打我！秦九月，你敢对你大嫂动手？你是活腻歪了吧？我要让全村人都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宋秀莲到底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说着，他目光扫过不远处田垄上有不少人，就要张开大嘴呼喊。秦九月眼疾手快，一手按住他脑袋，用力地按向水中，只消片刻功夫，抓着他的发髻，抬起他的头。还叫不叫？来人！一句话还没说完，再次被秦九月按了下去。这次呢？江大嫂咬紧牙关，眸光愤怒，却不言不语。哎呦，老四媳妇儿啊，你说说你这是干啥呢？这是咱大嫂，这再怎么着也不能对大嫂这样啊！快点放开啊，别让外人看咱们家的笑话。这次是给你警告，下次别怪我不客气。滚！大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去上游抓鱼，走走走，走啊！江大嫂被江二嫂拉走了。哇，娘变得好厉害啦！然而三宝心中惆怅，那他日后便更打不过了。江二嫂拉着江大嫂回去的路上，正好路过宋秀莲晒稻谷的场地。大嫂，你想做啥呀？江大嫂嘴角扬起了一抹不善的笑意，慢慢的靠近宋秀莲。宋秀莲正倒退着翻稻谷，一不留神便踩在了江大嫂脚上，江大嫂却一把推开宋秀莲，脚下稻谷发滑，宋秀莲被她推倒在地上。铁蛋娘，你推我做什么？你眼瞎吗？这么宽敞的路，你非要往我脚上踩啊？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的吧？我哪知道你在我身后，你没事吧？哎呦喂！闻言，江大嫂忽然坐在地上，哀嚎一片。我不能走路了呀！儿媳妇让后婆母给踩断了脚了，这还有天理吗？没王法了，大家伙都来看一看呀！铁蛋娘，你别这样，我只是轻轻地踩了你一下，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关起门来说，成吗？那可不成，关起门来后，你要是搓磨我呢，
哎呦喂，都没有人能替我做主了呀！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嫁到你们老姜家，让人这么欺负啊！婆母啊，婆母，你怎么就不能狠狠心踩死我呀？死了可就一了百了了。哎呦！渐渐的，不少人围了过来。乡亲们呀，你们可是要帮我做主啊！我这个婆母啊，看着慈眉善目的，背地里却把我脚踩断了。铁蛋娘啊，你这脚丫子是纸糊的不成啊？踩一脚就能踩断了，真是的。哎呀，这可说不准，不小心踩一下当然没事儿，要是故意去踩，那事情可就大了啊！嗨，江婶子不是这种人，说谁害人我都信，说江婶子故意害人啊，我还真就不信呢。哎呦，这人不可貌相，海水啊不可斗量，人心隔肚皮嘞。江老大媳妇儿素来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嗨，你说说，你们老江家的家事就关起门来解决呗，把大家伙都吵来，你的脚丫子就能自动好起来，还是怎么着？你们帮着我家婆母欺负人了！铁蛋娘，你别撒了，这可都是粮食呀，怎么能这么糟践？铁蛋娘，我求求你了，别撒了！哎呀，婆母呀，搁家里耀武扬威的，出来就开始伏地做小了。你不去唱戏啊，真是屈才了。一边说着，一边将稻谷挥洒的到处都是。转眼之间就被他祸害了足够有好几斤的稻谷。宋秀莲敢怒不敢言。让一下，让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脚让你婆母踩断了，我要去看大夫，你们要给我出诊金，最起码也要2两银子。2两银子，2两银子足够一家3代人满满当当的吃上1个月了。我没有，断了呀。秦九月走出人群，拍了拍三宝的肩膀，弯腰在三宝的耳边说了一句话，然后便回来。既然是我婆母踩断了大嫂的脚，理应该是我婆母给大嫂出诊金的。只是大嫂，你得证明你的脚是真的断了呀。哎呦，我都疼成这样了，一步都不敢走，我还能骗你们吗？说的也是，你确实应该出诊金。宋秀莲整个人更懵了。这时候，远处传来小孩撕心裂肺的尖叫声。谁落水了？好像是铁蛋儿。来人啊！救命啊！哪个铁蛋儿啊？就是老江家江老大家里的铁蛋儿。有没有好心人？快来救救孩子呀！铁蛋儿落水了。听闻这话，江大嫂二话不说，直接从地上爬起来，将围观人群扒拉开，大步流星地往小河边跑去，飞毛腿似的健步如飞。围观人群也随着一起往小河边跑。秦九月落在最后，他先扶起宋秀莲。没事吧？我不知道他突然出现在我后面，我就轻轻地踩了他一脚，不过一点都没用力，他那是装的。我知道。等到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冲到小河边，小河里安静如斯。我家铁蛋儿呢？我家铁蛋儿不会是顺着水流被冲跑了吧？我的铁蛋儿啊！你家铁蛋是狗尾巴草啊，还能顺着水流被冲走？江家大嫂，你的脚是不是好了？哇，好的真快呀！不是说脚丫子断了？这儿子一落水，你脚丫子自己就给连上了呗？哎呦，真有本事啊！此时，小河下游大树的后面，三宝，你说我们帮你喊，你就给我们猪油渣吃，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你什么时候给我们猪油渣吃啊？你家真的有猪油渣吗？要知道，你家可是村里最穷的。我肯定不会说话不算数。等晚上吃了饭，你们去我家，一定一人给你们1大块猪油渣。那就说好了，吃了饭我们就去。不过我们不敢进去你家，你家那只母老虎太凶了。这样吧，我们在你家门口学2声狗叫，你听到声音就出来。好，
完成了任务，深藏功与名的三宝屁颠屁颠的跑到秦九月面前，真棒！不过我要提前告诉你，我答应要给他们每个人一块最大的猪油渣了，你不能从中阻拦我，不然我就变成说话不算数的小孩了。秦九月失笑，点点头，三宝这才放下心来。奶奶，你没事吧？我给你护护伤口。三哥哥，宝宝给奶奶呼呼完了。江大嫂回家以后，先确定了铁蛋平安无事。挨千刀的秦九月又让他给坑骗了。我们可以搬出去住吗？可以是可以的，届时让村里和李正做个文书就成。不过咱们没有钱起房子。第一个目标，赚钱起房子。秀月，你说什么？哦，没什么。哎，江青也去哪儿了？不知道，可能在家陪老二吧。奶奶，说曹操，曹操到。你快跟我去看看咱们家的稻田去，快点儿！稻谷地里，奶奶，你好好的看一看，稻谷又长了，你看看。对，是稻谷，是稻谷。没想到那个毒妇真有两把刷子。奶奶，就算这一茬稻谷亩产量只有70-80斤，咱们就不亏的，再多一点咱们就是赚的。青野，她是你娘，以后不能再叫什么毒妇，让你娘听到了，心里得有多难受呀。没关系，她又不在乎的。那也不行。奶奶，我晓得了，大不了以后我不叫她毒妇就是了。不过奶奶，我也要提前告诉你，我可以不叫她毒妇，但是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叫她一声娘。慢慢来。奶奶，咱们现在一定不能声张。不知道现在要是和咱们一样收稻，乡亲们的稻子是不是也能发出二茬呀？奶奶啊，我的亲奶奶，稻谷二茬的产量咱们都不知道能有多少，咱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你要是现在告诉他们，若是能收得稻谷，大家皆大欢喜，万一收不到呢，那咱们就成罪人了。听我大孙子的。若是咱们收得稻谷，不用咱们说，大家伙都要来咱们这里取经的。那会儿咱说了办法，干不干就是他们的事儿了，能不能收到稻子也是他们的事儿了。你说的很有道理，是奶奶考虑不周了。这会儿过来好几个妇人。婶子，收都已经收了，你就别想了，再着急上火，把自己熬出什么毛病，更不值当的。嫂子呀，要我说呀，肯定是你们家那个混账媳妇出的主意。你说说这还是个人吗？拿着咱们农民的命根子耍着玩，得亏你脾气好，要是我呀，早就休了不要了。哎呀，是啊是呀，就算是不休啊，回去也得拿着擀面杖狠狠地揍一顿。这媳妇儿就是欠揍，揍揍就老实了。婶儿，你也别难过，不就是糟蹋了一点粮食吗？没啥，反正你赚钱的门路也是多了去了呢。你们慢慢看，我们先回去了。气死我了！他们怎么会那么信口胡说呢？对了，奶奶，今儿大伯娘是不是找你麻烦了？没有的事。哼，我就知道你又要帮他们说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没有必要同他们进行口舌之争。说服一个人的最好方式，不是语言，而是行动产生的结果。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们坦坦荡荡做事做人，对得起自己便可。兄及弟矣，事相好矣，无相由矣。四序鼻祖，注释白读，西南齐户，原居原处，原笑原语。奶奶，这不是《诗经》吗？你怎么会知道？我也不知道，好似就念了出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是不是以前我爹念书的时候，在家里经常念，奶奶在常年的耳濡目染下，就自然而然地记在了脑袋里啊？可能是吧。等祖孙俩回到场地，秦九月已经把所有稻谷都装了麻袋。你在哪里摘的杏子？在山上摘的，不知道为什么村里的杏子都熟过了，山上的杏子才开始发黄，还有不少呢。等让杏子们再挂黄，我就去摘，省得酸倒牙。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高处温度低，果子自然会比平地上熟得慢一些。这个毒妇，这个女人竟然出口成章，难道她也识字读过书吗？我去邻居家借小推车，
你们娘俩坐在这里等一下。奶奶，还是我去吧。别跟人吵架，多说说好话，毕竟是咱们借东西。哎，这是薄荷吧？以前谨言小时念书，春困秋乏、昏昏欲睡的时候，就会抓一把薄荷叶嚼在嘴里，说是提神醒脑。你帮我拿着，我再去摘点薄荷叶。等秦九月抱着一大捧薄荷回来的时候，祖孙俩已经将2个麻袋抬上车。奶奶，我说1、2、3就开始，1、2。哎，等等，就你像小鸡仔似的小身板，我怕你拉完车就完蛋了。把绳子解开。我不干，你干呀。对啊，我干呢。哎呀，九月，不用你快拿着杏子回家。赶紧的，把绳子给我。你和你奶奶换着推，再磨叽太阳都要落山了，大老爷们痛快点。你要是不行了，就嚎一嗓子，别把稻谷翻了。可以走了吗？秦九月轻而易举地将小推车拉起来，宋秀莲几乎只用掌控好小车的方向，根本不需要太大的力气。是谁家的小狗狗吗？不是小狗狗，是暗号。你这是做什么？嘿，二哥，我很快就回来。啊，小心盘子！三宝脚底像是抹油了似的，一溜烟的跑出去。你们看喽，我没有骗你们吧？哇，三宝，你家那么穷，怎么有钱买猪板油啊？我们家不光买了猪板油，我们家还买了五花肉呢，整整2斤，那么大一块。今儿早上我们全家人吃的是肉丝拌面。哇，我们家都1年都没有吃肉了。你们拿吧。几个小家伙纷纷伸出小手，小手黑的看不见原来的肤色。三宝吞了吞口水，立刻将盘子往自己怀里一收。三宝，你是不是反悔了？说话不算数的人是会被母大虫吃掉的。三宝，你要是反悔不给我们了，那我们几个就天天来你家门口骂你。今儿说话不算数，明儿生孩子不识数。不是的，我没有反悔，只是我想帮你们拿而已。2毛1个，栓子1个，李飞1个，冯蛋1个。好啦。话音还没落下，支撑不住的小手腕忽然一抖，盘子从手里滑下去，啪嗒一声掉落在地上。啊，小哥！完了，我完蛋了！三宝赶紧蹲下来，将最上面没有沾到土的猪油渣放到半个盘子里，沾了一点土的放在另外的半个盘子里。三宝，剩下的你怎么不捡啦？太脏了，不能吃了。啊，那我们可以捡起来吃掉吗？嗨，二毛哥哥，脏掉了，肚肚痛。没事儿，我娘从地里摘的小青菜，泥巴都洗不干净就开始炒，我都吃了7、8年了也没死掉，也没有肚子痛呀。二毛说的对，我奶经常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三宝，那我们回家了，下次有这样的好事再来教我们。是啊，我觉得这次还没发挥好呢。说罢，几个孩子做鸟兽散。小哥，我们拿锄头做什么呀？三宝已经举起小锄头开始刨地了。小哥，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呀？小妹，我们要刨一个大坑。大坑？是呀，要足够能把我埋进去。小哥，死掉了才要埋坑坑的。我觉得我可能也差不多了，就算我自己不死，毒妇也会杀了我的。他打人那么痛，所以我还是自己了断吧。小妹，麻烦你最后把我埋一埋。那边秦九月他们回来5、6趟，才把所有的稻谷全部运回家。情况，三宝和小舒儿呢？方才出去了，我出去找找吧。我也一起去找一找。当秦九月靠近屋后的时候，2个小家伙完全没有发现他。小妹，这个坑好像有点小，它有点装不开我。在这个小坑里，我可能会死不了。要不我们再挖一下？小哥，宝宝好累呀！老天爷呀，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己杀死自己呀？这是在自杀？娘，哟，你这是受了什么挫折，不想活了？我觉得被你打死，还不如我自己死呢。我为什么要打死你啊？因为，
我打碎了盛猪油渣的盘子，猪油渣都掉到地上了，弄脏了好多，都被二毛他们捡起来给吃了。你肯定要打死我的，你打人太疼了。所以你就想要把自己活埋？别哭了。收不回去了。就这么肯定我会打死你啊？三宝说不出话来，只能点点头。三宝，以前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总是对你们打骂，以后我不会这样对你们了。所以你们也可以尝试着不用这么怕我。另外，你们现在都是小孩子，连大人都会犯错，何况是小孩子呢？只要你们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我都是可以原谅你们的。真的吗？秦九月用力的点点头。你发誓？我发誓，我以后呢，绝不会随便打骂三宝和小舒儿，还有大哥、二哥和奶奶。我发誓，我以后绝不随便打骂家里的所有人，若有违背，天打雷劈。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吧，就一次。好，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了？三宝、小妹，你们为什么又欺负三宝？我没有。你还说你没有？三宝刚刚哭过，小舒儿不可能欺负三宝，除了你还有谁？大哥，不是他。有哥哥在，不用怕。大哥，他真的没有欺负我，是我自己哭的，真的。你自己哭？你为什么要自己哭啊？平白无故的就哭了？你觉得你大哥是傻子吗？你们两个躲开远一点。哎呀，大哥，真的是我自己哭的，因为我把盛着猪油渣的盘子给打碎了，猪油渣也弄脏了，我就特别害怕，我害怕挨打，所以就吓哭了。他没有打骂我，还说没事儿。宝宝可以作证的。少年，冲动是魔鬼啊，好自为之。少年，你这是做什么？吃多少洗多少，不然性子容易烂掉的。真是败家娘们儿！等我卖掉这些杏子，给你钱。卖钱？别开玩笑了！你知道山下多少杏子树吗？村里人都吃得够够的了，傻子才花钱买这玩意儿。秦九月自动忽略了江青野的话，认真的洗杏子。他发现对江青野这种死孩子，语言教导是没用的，必须得用实际行动打他的脸。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脸皮还挺厚的，打一次两次完全没感觉，就多打几次好了。天色已晚，月上柳梢头。秦九月一个人去河边取竹笼子，他刚出门，正好碰上隔壁王大娘家的小媳妇儿，也是秦九月婚前的手帕交，更是撺掇秦九月去卖孩子的陈秀秀从家里出来。九月，天都黑了，你要去哪儿啊？在他接收的原主的记忆中，这个陈秀秀几乎是每天都要找他，和他各种扯皮，撺掇原主打骂孩子，怂恿原主和婆母吵架。那个，我看你前几日又把2个孩子带回来了，是不愿意卖了吗？哎呀，你就是心肠太好，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对你的，像个小白眼狼似的，也就是你能受着。秦九月原本想说的话在嘴边转了几圈，忽然咽了下去。他叹了口气，装模作样的说道：哎呀，那我还能咋整啊？我还能跑不成啊？我跟你说呀，不行你就跑吧。我听我家男人说，他前几天和村里几个后生一起吃饭，有个叫王大富的后生，说是看你挺好呢。王大富是陈秀秀男人的一个同宗兄弟，25了都还没娶媳妇儿，又馋又懒，长得又丑，一脸的疙瘩麻子，像癞蛤蟆似的。别人家里稻穗满满，他家里野草满满，几亩地都荒了。而且王大富还有一个颇为彪悍的老娘，一言不合就开骂。他最强悍的战绩是拿着菜刀在别人家门口骂了整整3天3夜，骂到人家连夜搬家。别管别人怎么样，孬好是个全乎人，能蹦能跳能动的男人，总比你家炕上那个活死人要好得多吧。九月，看在咱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份上，只要你点头，我立刻就让我男人去找王大富，你俩出去躲一段时间，等你肚子里揣上了你再回来，到时候你婆母不想放人也得放人了。哎呀，可要是村长说我不守妇道，把我沉了鱼塘该怎么办呀？你是不是傻呀你？
到时候你肚子里揣着老王家的孙子，你说王大富他娘能不保住你呀？咱村里谁不怕王大富他娘啊？秦九月脑子一转，计上心头，还是你对我最好。那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你了。哎呀，咱俩谁跟谁呢？我也是想要看着你跟个活蹦乱跳的男人，这才不枉做了一遭女人嘛。哎呀，谢谢秀秀。陈秀秀嘴角抽了抽，她最是看不得秦九月的笑了。从小时候，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夸秦九月长得好看，她一直生活在秦九月的阴影之下。两人每次一块走，别人的目光所及都是秦九月。终于等到年纪大了，该收婆家了，她娘家把她嫁给杏花村的老王家。老王家家境还行，最起码能够吃饱穿暖。王贵也是一个懂得嘘寒问暖的老实人。就在她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不错的时候，她忽然从婆婆口中得知隔壁的活死人要买媳妇儿。陈秀秀心眼不正，她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了秦九月那个赌鬼爹。果然，秦九月被卖到了隔壁。原本陈秀秀觉得秦九月这次终于不如她嫁的好了，她终于赢了秦九月一次。可没想到宋秀莲对秦九月像对亲生女儿一般，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都舍不得让秦九月去干。每天干活干得腰酸背痛的陈秀秀心里又不平衡了，她开始撺掇秦九月和宋秀莲的矛盾，天天盼着他们打起来，盼着秦九月被休，盼着秦九月被休之后只能嫁一个老官夫。可是每次的矛盾，宋秀莲只会自己躲起来哭，不会迁怒于秦九月。陈秀秀知道孩子是宋秀莲的底线，所以又开始挑拨秦九月卖孩子。原主也是个心坏的，果然抱着孩子去卖，就为了吃上肉。可万万没想到，秦九月又把孩子带回来了。这不是秦九月的做事风格，难道他是知道了什么？我们两个之间再说谢谢就见外了。那我干活去了啊，等你消息。放心吧，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哼，我要让你一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陈秀秀她扭头回家，是隔壁的啊。那个什么，我出去有点事儿啊，你娘要是问起我来，你帮我瞒着一些。天都黑了，你要去哪儿啊？要不我随你一起去啊？不用了。秦九月来到小河下游，收了竹笼子，里面网了一笼的鱼，一条条肥得不成样子，活蹦乱跳的。让你非要在家里煮杏子，能抓到鱼的好地方都被人抢了。你怎么知道只有这里能抓到鱼？因为你就是在这里抓的鱼啊，其他地方我都去过，每次都抓不到的呀。其实抓不到鱼和地方没关系，和脑子有关系。江青野气得一梗，眼睁睁地看着秦九月去了人少的地方，他不信那个邪，也一起跟了过去。像昨天一样，秦九月在附近挖了蚯蚓，放下竹笼子，将一根麻绳压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可以了，可以回家了。就这么简单？你确定？当然。你要不要再打赌？打赌？江青也想起那一世三宝被迫学2次狗叫的表情，连忙摇了摇头。秦九月嗤笑一声，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江青野挠了挠后脑勺，蹲在地上看了一会儿自家的竹笼子。这不是青野吗？我听狗儿娘说你家卖鱼发达了。陈二叔，没有的事儿。你这小子和我还藏着掖着的。二叔是卖了几个铜板，都让那个女人给霍霍干净了。一猜就知道是这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去山上打柴。二叔，时候不早了，我要走了。狗儿娘的嘴真碎，什么东西都往外胡咧咧。那日那个女人打得对，他每次捡的柴都是村里这群孩子们中捡得最好的，因为那些孩子顶多就是山脚下转一转，只有江青野敢只身一人往山里去。秦九月离家之前交代2个小的帮他看着杏子，等他回家，果然就看到2个小团子搬着小板凳，围着盛放杏子的盆子坐着。真乖。秦九月是要做杏干的，他用薄荷叶煮了杏子，做成冰冰凉凉的杏干，可以长久储藏，吃一口便可起到强大提神醒脑的作用，最适合卖给学校里的读书人了。另外一盖屉里是原味的，酸不溜秋，适合怀身子的妇人吃。秦九月洗干净手，去看了看自己的豆芽，顺便他又看了看2小只养在陶瓷罐里的豆芽菜，看了一眼就笑了。这2个小家伙肯定是趁他不在家偷偷看了，估计没有洗手，小手上面的细菌污染到了芽胚，估计再过2天就要烂掉了。
正好趁此机会让两小只学习一下，什么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九月在吗？九月，你出来，我和你说点事儿。两人来到门外。九月，我和王大富说了，王大富特别高兴，说只要你愿意跟他，他一定会想办法赚钱养家。你看你这边今儿个能跑吗？秦九月挑挑眉头，装作紧张的不行的样子。秀秀，我有点害怕。怕什么啊？只要跑出咱们村，那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幸福生活就在前方了。我倒是随时都可以，不过能不能挑在晚上呀？我知道你是怕村里人看见是不是？我等下和王大富说啊。秀秀，你太好了，你是天底下对我最好的人，你比我爹娘都对我好，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你了。哎呀，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好朋友，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呢？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秦九月还真是个蠢货，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绝对不能让你婆母知道，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哦，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哎，对了，能不能让他挑一个黑一点的地方啊？不然我不太好意思的。小的，你快回去吧啊，省得你婆母多心。我现在就去找王大富。眼瞅着陈秀秀开开心心的转身离开，秦九月嘴角那抹傻憨憨的笑容骤然变成寒冽的冷笑。既然别人都算计到自己头上了，那自己也没必要客气了。陈秀秀直接到了王大富的家里。弟媳妇儿咋样啊？陈秀秀点点头，王大富更是高兴的合不拢嘴。他有没有说啥时候跟我跑呀？今天晚上子时如何？那时候夜深人静，绝对没有人的。王大富乐滋滋的点点头。大富哥，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能不能让他心甘情愿的跟着你一起跑，那就是你的本事了。还有一件事啊，我冒着被老姜家打死的危险来帮你，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可都不能恩将仇报啊。那是当然，我这几天都没见过弟媳妇儿，都是我自个儿去勾搭秦九月的。哼，还算是个识相的。你就在村口的小树林里，不要乱跑。这样吧，我们商量个暗号，秦九月去了以后就学布谷鸟叫。好，弟媳妇儿，你想的真周到啊。说着，那只不老实的手从袖子里拿出来，拍了拍陈秀秀的肩膀峰。王大富，你流氓！弟媳妇儿，我不是故意的，实在是弟媳妇儿长得太俊了，当哥哥的又好些时候不碰女人了，你别生气，别生气啊。嗨，等你和秦九月跑了，如花似玉的黄花大闺女就在你跟前，想做什么做不了啊。我去通知秦九月。回去的路上，陈秀秀忽然想到了一件事。秦九月之前春心萌动的时候，喜欢上的是他们村里一个年轻后生，长相俊俏，说话有趣，而王大富又丑又穷又脏，秦九月怎么想都没想就同意了。难道是跟着活死人睡了一炕，睡着睡着就降低了要求，觉着只要能蹦能跳就成？哼，肯定是这样。秦九月从小就那么笨，肯定没有什么花花肠子。他匆匆忙忙跑到姜家，告诉秦九月约定好的时间。秦九月忙到记下了，陈秀秀再三叮嘱一定不要忘记，然后才回了家。娘，你是不是又去隔壁了啊？我怎么跟你说的，让你离那个小贱人远点儿，你非是不听。你要是再敢和那个小贱人走那么近，我就打死你！陈秀秀一边尖叫一边躲，眼睛里吐出憎恨的光。别打了，你先别打我，我有一件大事跟你说，是可以让隔壁江婶子丢脸的事儿。哎，你个小贱蹄子，废话什么？赶紧说。娘，我听秦九月说，她今天晚上要和王大富私奔，你要是带上村里的人去捉奸，你说的是真的？我保证比珍珠还要真。王大娘得意洋洋的点点头。被捉奸，被休弃，嫁给王大富，穷一辈子。秦九月偷摸爬起来，隔壁的陈秀秀和王大娘婆媳俩同时爬起来，婆媳俩各自去做各自的。秦九月刚出门就碰上陈秀秀，月光下，陈秀秀指了指村口，秦九月背起小包袱，直直的朝村口跑去。只是过了一炷香的时间，秦九月突然去而复返。九月，你怎么回来了？秀秀，我没看到王大富啊，你没有学布谷鸟叫吗？怎么没叫啊？我一直在布谷布谷，
嗓子都快不箍哑了。他是不是反悔了呀？那我还是回家睡觉吧，又不是求着他。九月，别，这样吧，我去帮你看看，会不会是他待太久了，睡着了呀？你不是说都处理好了吗？你别着急，哪能说不跑就不跑了？我去看看，走。他拉着秦九月大步流星地往村口小树林走去。快到村口小树林的时候，秦九月忽然被石块绊倒在地上。哎呦，我的脚好痛啊！还能走吗？哎呀，我尽力。秀秀，你赶紧帮忙去把王大夫喊到树林口，等我过去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跑啊，成不？陈秀秀也是这样想的。要是他扶着秦九月慢悠悠地走，估计还没有和王大夫会合，婆母叫的人就已经到了。你尽量走快一点，我先去树林里找王大夫。你要是还没到的话，我就让王大夫过来背你。哎，秀秀，咱可都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帮我跑掉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当然了，我陈秀秀办事你还不放心吗？我现在就去找王大夫。陈秀秀一鼓作气，一直跑到村口。回应他的只有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陈秀秀大着胆子进去树林。王大夫，大夫哥，你在吗？往里走着走着，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王大夫，你在磨蹭什么呀？王大夫头脑一热，竟直直地上前跑2步，冲到陈秀秀面前，挡住她的去路。你这是想做什么？我告诉你，秦九月就在外面，你现在出去，想对他做什么都可以。王大夫吞了吞口水，他一把拉住陈秀秀，按在地上。放开我！陈秀秀拼命地挣扎着，大声呼救。秦九月站在树林外，脚下的土地微微颤抖。有人来了，他立刻闪身躲开，从另外一条小路匆匆忙忙回了家。翌日一大清早的，村长媳妇儿过来叫人：婶儿，老四媳妇儿，那边有点事儿，得你们婆媳俩过去一趟，你们随我走一遭呗。是他杨伯娘啊，孩子还没吃呢，有点急事儿，真的很急。哎，娘，回来再做饭吧，别耽误了杨嫂子的急事儿。宋秀莲点点头，跟着村长媳妇儿离开。大哥，你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回来告诉我。难道是和那个毒妇昨夜出门有关？村长家，陈秀秀的眼睛都哭肿了。九月，九月，你快来给我作证！你快说，是你想和王大夫一起私奔，不关我的事儿啊！秀秀，你在说什么呀？什么私奔啊？还有王大夫，我平时都没有同他说过话，怎么能和他私奔呢？陈秀秀愣住，如同被五雷轰顶，彻底懵了。村长杨万芳黑着脸问：江老四媳妇儿，我问你啊，你之前有没有让陈秀秀帮你和王大富私奔呢？我说了，我都没和王大夫说过话。你撒谎，你胡说八道！村长又看向王大富：是那个秦九月亲口告诉你要和你私奔的？没，是陈秀秀来我家，告诉我秦九月想要和我私奔，因为他不想和他的活死人相公一起生活了。你怎么解释？秦九月撒谎！村长，昨儿夜里秦九月还出来了，在去森林的路上他脚崴了，我才帮他去通知王大富的。不信你们看他的脚。村长媳妇儿走了过去，秦九月伸出2只脚。嫂子，你看吧。村长媳妇儿查验了一下，孩子他爹没受伤的痕迹。这怎么可能？不是的，村长，他昨儿夜里跟我一起出来了，他出门了。不信，你们问问宋秀莲。不等宋秀莲回答，不能问宋秀莲，宋秀莲偏向他，问江家的孩子们。孩子们，江清矿知道他昨晚出去了，那个最恨他的孩子会不会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秦九月心中没底。媳妇儿，你再去老江家跑一趟啊，把江家那几个孩子一起带过来。哎，我们家老二不良于行，把老大、老三和老四带过来就好。不行，江清矿也要来。秦九月是心虚了，江清矿必须要来。村长，江清矿一定会讲出实情的，江清矿一定会还我一个清白的。村长微微颔首，也就表明默许了陈秀秀的话。村长媳妇转身离开，去找孩子们。在众人的各怀心思中，江家的几个孩子被带来了。清矿，你快点和村长他们说，昨天晚上是不是知道秦九月出门了？
老王家的，你别吓着我们孩子。昨晚上9月本来就没出去，你让孩子怎么说？你说的不算，你一直向着秦九月，要孩子说的才算。孩子，你快说呀！哎呀，行了，都别说了，让孩子自己说情况啊。我问你啊，昨儿个晚上你娘出门了没有？江清况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不良于行的腿上。若不是秦九月，自己的双腿也不会变成这样。江清况倏然抬眸，偏执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秦九月。昨晚上深更半夜，我是听到他起床的声音。不管怎么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你们听到了吧？孩子总不可能撒谎吧？秦九月昨儿就是出去了，他是随我一起去村口找王大富私奔的。结果他的脚腕扭到，就拜托我去叫王大富回来背他。没想到王大富不是人，他竟然想要欺负我。正好我婆母及时赶到，救下我。眼看着两人东窗事发，所以他们才把所有错误全都推到我的身上。村长，你要为我讨回公道啊！我做错了什么？错就错在心软，答应了秦九月。秦九月身为人父，不守妇道，知错不改，诬陷他人。村长，你要做主，把他逐出我们杏花村，让他永远不能踏进杏花村半步。不要给我娘走，我娘是好娘。我话还没有说完，我听到他起床，去院子里上了趟茅房就回来了，前后不过眨眼的时间而已。不可能，你在撒谎，你在包庇秦九月。哼，你方才刚说，孩子怎么会撒谎？江清况，你我知道了，肯定是王贵媳妇看上了我，想跟我私奔，这才进了秦九月的名义。毕竟她是我弟媳妇儿，我王大富就算再怎么不识数，也不可能带着自己弟媳妇儿私奔的。我呸！就你长得那个丑样，像癞蛤蟆似的，我能看上你？别做梦了。那你昨天晚上还勾引我？让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想欺负我，幸好我婆母来得及时才救下我。昨晚上老王嫂子去我家叫醒我的时候，也说是江老四的媳妇要跟人跑啊。要是王贵媳妇儿想要和王大富私奔，这咋可能告诉老王嫂子嘛？对，就是这个样子。我想起来了，这件事情似乎也不怪秀秀。要是我没记错，秀秀好像是和我提过，说我相公是个活死人，在我相公身边不能体会到当女人的乐趣什么的。我当时只当是听了一个玩笑话听的，因为那会儿我急着去做饭，也没听清楚秀秀在说什么，就敷衍的了2声。这样倒是可以说得通了。这样说起来呀，老王家的这个儿媳妇可真不是省油的灯，一边撺掇着老江家的小儿媳妇和大富私奔，一边呢又让婆母去带人捉奸，心也是脏的。王贵媳妇儿，你和老四媳妇儿是手帕交，你咋做得出来的呀？是呀，幸好老四媳妇儿没去，不然呀就得沉塘了。小年纪呀，心思还真恶毒。王大娘，你这是找的什么媳妇儿啊？可别这么说，王家嫂子算起来呢，也是参与者呢。陈秀秀瘫坐在地上，她是被洗清了和王大富私奔的嫌疑，可现在这个局面也不是她想要的。秦九月绝对不是以前那个秦九月了，今日之仇她一定要报回来。好了，既然事情的真相已经明了了，那就成了各家的家事了，大家伙都散了吧啊！你们也回去吧，自家人关起门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办。村长，没有真相大白，秦九月他……王贵媳妇儿，起初你说要找江家婶子当证人我允了你，你又说江家婶子不公正，又要江家小哥当证人，我又允了你。是你信誓旦旦地说孩子不会撒谎，可你又不相信清况的话，只要结果不如你的意，难道就是大家伙合伙撒谎吗？行了，都回去吧。看热闹的大家伙也陆续离开了。你怎么想？哎呀，就老江家那个小媳妇儿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不相信老四媳妇儿说的话？那小媳妇儿总共说了几句话，可每句话都对局势起到的是陈秀秀不可挽回的作用，也引发了舆论的一边倒。
就算这件事情将最阴暗的地方全部归咎于小媳妇儿身上，小媳妇儿的错也远远比不上王贵媳妇儿造的孽，所以他才把这事儿简单了结了。毕竟不管小媳妇儿有何心思，陈秀秀做的事儿也跑不了，他倒不如趁机卖给小媳妇儿一个人情。听完自家相公的打算，怪不得都说你是个老狐狸呢。哎，对了，我看老姜家的那个小媳妇儿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也看出来了，我去叫人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嘿呦，还真是稀奇了。有啥好稀奇的？估计是自己想开了。婶子这么好的人，家里的娃娃们又听话乖巧，只要她不做，就是圆圆满满一家人。也不知道怎么了，竟然就顺了这个毒妇的意。想想当时的场景，似乎是小舒儿，他舍不得看小舒儿哭。宋秀莲在灶房里做早饭。哎呀，不知道孩子爹啥时候回来啊？咋的？想了？哎呀，二嫂说什么呢？是孩子想爹了。隔壁老王家，哎呀，棍儿啊，虽说娘一直不喜欢你这媳妇儿，但是今天啊，我还是得说句公道话，你的媳妇儿绝对不是能和王大富私奔的人。这件事情娘知道，你这媳妇儿她也是好心，想让隔壁的那只老狐狸丢个人，给娘出一口气。还有啊，你这心里也不需要有疙瘩，我去的及时，没让你媳妇儿受了委屈。王大富呀，啥也没干。娘，江婶子到底怎么你了？让你如此记恨于她？你们不惜弄出这么一个局，你们……哼，他得罪我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不仅不原谅，我还会跟他杠到底。相公，你不能不要我，要是连你都不要我，我只能去投井自尽了。相公，你别听王大夫他胡说八道。媳妇儿，你日后安分一些，不要总弄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成吗？成。赶紧做早饭去，这就要把人饿死。哎，女人家干的事儿，你整日往厨房里钻算什么呀？老实给我待在这儿，大老爷们儿就得勤吃勤喝。娘，你和儿子说句实话，隔壁的江婶子到底怎么欺负你了，让你这么记恨人家？哼，去问你那个死爹吧。爹，我问你个事儿。啥事儿啊？我娘为什么和隔壁的江婶子水火不容的？他们两个这么大年纪了，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我刚问我娘，我娘让我来问你。也没啥事儿。爹，你说呗。还没有你的时候啊，我跟着你隔壁的江叔去山上打猎，我们在悬崖下捡到了一个少女。那会儿啊，我年纪早就超过了适婚年龄，和你娘定亲了，马上赶到腊月底成亲。你江叔呢，成亲早，虽然啊比我小半岁，但那时候啊，人家都3个儿子了。不过老三出生的时候啊，当娘的就没了。那会儿是8月份吧，我俩呀把女子救了出来。当时你奶奶还没走，就放在咱家里，你奶奶照顾着。女子醒来后啊，却发现自己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我那会儿啊，鬼迷心窍，非要和你娘退亲娶她。幸好你奶奶死活不愿意，就把人呢从我家呀赶了出去。走投无路的女子啊，无处可去，你江叔只能暂时收了她。后来你江叔啊，就把她娶了当续弦。年底啊，我也娶了你娘。你娘嫁过来之后，不知道听到了谁的碎嘴子，哎呦，就知道了这事儿。从那时候开始啊，就对你婶子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我多看你婶儿一眼，你娘啊就得哭上半天。我和她多说一句话，你娘就得闹上半天。你江叔没了以后啊，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的，按理说应该搭把手，是吧？哎，可你娘不同意啊，咱们只能跟隔壁断了关系。哼，原本寻思着仇啊也是我们这辈儿的仇，怨呢也是我们这辈儿的怨，你们当小辈儿的好好处就是了。可万万没想到啊，你这媳妇儿对隔壁家的媳妇儿竟然也……哎呦，这就是命吧。以后啊，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啊，没必要非得拼个你死我活。都是一个村子里住着的，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棍儿啊，你得劝着，有时候这个媳妇儿啊，脑子一根筋，爱钻牛角尖儿。
这时候你得出来拽拽，不然呀，非得一条道走到黑喽。爹，我晓得了。要收稻子了，你弟也该回来了吧？王贵有个弟弟叫王安，日前正在镇子上的员外家里干零活。老王家的，老的少的都给老娘出来，给老娘滚出来！王大夫那不讲理又泼辣的彪悍娘来了。嚎什么嚎啊，嚎丧呢！你们家的贱媳妇儿啊，自个儿和别人家的媳妇儿有矛盾，非得把我儿子扯进来。我们老老实实的大富啊，还没娶媳妇儿呢，被你们这么一搞，外面的名声都坏透了。你说哪家的媳妇儿还敢嫁到我们家哟？哎呦喂！你们真是欺负我孤儿寡母，想让我们家断子绝孙了呀！哎呀，好歹咱们也算是同一家，你们怎么就这么恶毒啊？你们怎么就按着我们一家子欺负啊？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呀？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公道，我就死在你们家门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谁怕谁呀！哎呀，嫂子，咱进屋说成不成啊？咱别让人家看咱们家笑话呀！哎，正好咱家没吃饭呢，倒上2两小酒，咱们坐下来聊一聊啊！哎呀，王贵娘啊，你撅腚我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我竖着进你们家，非得横着出来，你们家非得把我揍一顿的，我才不去的。正好这乡里乡亲的都在啊，你们就在这儿给我一个公道，不然我死在你们家！哎呦喂！哎呀，那你说要怎么办呢？老婆子也不为难人，只想让你们想办法让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不然你们就让我家绝根儿了。江家隔壁就是这么打架的呀？超凶！那最后谁赢了？是王大夫他娘赢了，隔壁王奶奶给他银子了嘞。王大夫他娘还真是有致富头脑啊，没想到还能从这里讨得银子，厉害了呀！秦九月起身，三宝连忙问道：“你要去抓鱼吗？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当然。小舒儿也想去，但他刚刚已经答应二哥今天在家里陪他。小妹，要是想去就一起去。宝宝陪二哥，二哥可以教给宝宝编笼子吗？小妹，你的小手太嫩，容易把你手划破。我们家的小妹也想赚钱了吗？不是啦，宝宝想编个小笼子，让娘去抓鱼。小妹，告诉二哥，你现在是不是很喜欢他？谁呀？就是你叫娘的那个人。对。说的斩钉截铁，小孩子的喜欢似乎来得容易许多。江千邝抿唇，可是他不是小孩子了。小河边，秦九月提起竹笼子，却发现笼子空空。这不应该啊！四下望了望，秦九月看到不远处江清野的身影。方才人越来越多，有人总想要靠近竹笼，我不太放心，就提前拽出来了。也是有不少的鱼儿，你看看这些鱼加上昨天那些鱼，我们已经有满满一大木桶了。你明天要去镇上卖吗？捡点田螺。哎呀，那玩意儿可腥了，奶奶以前做过。快点，多捡点。你是要拿到镇上一起卖吗？田螺一般没人要，因为做出的味道不怎么样，所以小河里多的是。不一会儿就捡了满满的一竹笼。差不多了，回家做饭了。三宝可以出去和孩子们玩的，但是吃饭之前一定要回家。好。刚进家门，里面热闹的声响传来，江老大、江老二和江老三回来了。三人都从外面带回来不少吃食，男人们抱着自家好久不见的儿女，笑意洋洋。今日是娘抱你，日后等你爹醒过来，
你爹也会抱你的。秦九月去灶房做饭。娘做的东西真的是太好吃了！哇，天哪，你真把田螺炒这么香！哎，第一，你没洗手；第二，你有任务，喏，把这一碗田螺去给村长送去。给这么多吗？少年，格局小了，能不能把你的眼光放长远一点啊？哼，你才没有资格教训我！哎，顺便路上找找你奶奶，把三宝带回来一起吃饭。堂屋，咋回事？出去几天，咱家咋就变天了？哎，老四家的什么时候这么勤快了？还去炒菜？哎，甭说，哎，闻着味儿还挺香的。哼，你还说，你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我可让你那个后娘和你弟媳妇给欺负死了。他俩合起伙来欺负我，尤其是那个秦九月，对我又打又骂的，还把腥气的生鱼啊往我嘴里塞，我都不想活了。真的假的？我还能骗你不成？这可就过分了啊！他们还有没有把我这个一家之主看在眼里？还一家之主呢，人家恐怕呀早就不把自己当成你们老江家的人了。要不然啊，炒了嫩多的田螺，让江青野去给外人送，都不给你送。本来就该先给外人，再给家里人啊！你别急，迟早得给咱们家送。哎，对了，铁蛋骂人跟谁学的？还能跟谁学啊？还不是跟着北屋里学？以后不许跟着四婶学骂人啊，不然爹打到你屁股开花。江青野是在自家稻子地里见到的宋秀莲。奶奶，吃饭啦！宋秀莲又来看他们家地里的稻穗了，看着休眠芽一点一点长大，稻穗一点一点饱满，宋秀莲心里是说不出的欢喜。他们今年冬天终于不用挨饿了。祖孙俩走在回家的路上，江青也不停地说着家里的田螺多香，宋秀莲笑着听着。青野呀，现在有没有觉得有个娘很幸福？才没有。三宝，回家吃饭了，我们明天再玩。三宝，你们家还有猪油渣吗？没了，让我奶奶给包饺子了，猪油渣或韭菜馅的，都把我吃撑了。不过年不过节，你们竟然吃饺子？那三宝，今天晚上你们家还吃什么好吃的？我也不知道，我回去看看吧。要是有好吃的，我就偷偷藏一点，明天来玩的时候拿给你们。好啊好啊，三宝，你可得藏好啊！啊，不能让你后娘见了，不然呢，她会打死你的。不过我后娘现在不打人。不说了，我走了。奶奶，大哥，又跑来着。奶奶，就跑了一点点，后来我们就一直在比谁撒尿撒得远。江青也扑哧一笑，大哥，你别笑了，我可是第2名。要是哥在科举考试，我就是3顶甲中的榜眼。你一个撒尿比赛，竟然还和科举考试约摸上了？你这么能，咋不上天呢？祖孙3人背对着红遍天的夕阳西下，慢悠悠地回家。哎呀，九月辛苦你了，我出去一趟就给忘了时辰。你说我这是什么脑子？没关系，洗手吃饭吧。最近的日子对于孩子们来说，好像到了天堂一般，每天都可以吃肉，每天都有4道菜，每天都有软软的窝窝头，以前做梦都不敢这样做。堂屋的江老大一家，还不吃饭吗？再等一下，按理说是时候该送来了吧？怎么还没有送来呢？铁蛋儿，你爹爱吃不吃，咱们娘俩吃。你爹跟个傻子似的，还指望老四家的来给你送吃的。哼，老四家的不找他要吃的就不错了。等了许久，江大嫂一顿饭都快吃完了，江老大也没有等到人来这送田螺。老四媳妇这个妇人真是。饭后，三宝蹑手蹑脚地跑去柜子前，一只小手扯开自己的兜兜，另一只小手慢慢地捡起盆里的田螺往兜兜里塞着。装好了没有？还差一点。你打我吧，但是别用棍子打好不好？就用你的手打，啪啪啪的打我，不要棍子。秦九月慢悠悠地走上前，三宝浑身哆嗦的不行。我错了。哦，那你说说，你错在哪儿了？我不该偷偷拿田螺的。
站好了，告诉我为什么要偷偷拿田螺？我想给二毛他们尝尝。是你的朋友？哎，小舒儿，去帮我拿个碗，好不好啊？不要啊，妹妹，看来要被碗打了。姨娘，宝宝棒不棒？看图，特别棒。秦九月上前2步，端起放田螺的盆子，往碗里倒了大半碗田螺。喏，去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吧。三宝倏地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秦九月说完话就离开了，只有手中沉甸甸的碗告诉三宝，这一切都不是在做梦。没几日，这天天不亮，秦九月便起床，先将豆芽菜全部割下来，放在盛在半桶水的水桶中。之后，秦九月又将昨日从小河里捞出的30多斤田螺分2锅炒了。四弟妹，炒菜呢？秦九月应了一声，没有转身，继续翻炒。哎呀，这是做的啥呀？田螺。他不喜欢姜老大，原生的记忆中，姜老大这个人欺软怕硬的厉害，还不把宋秀莲放在眼里。宋秀莲是姜老头的续弦，也是明媒正娶的，但是在姜老大眼中，一直把宋秀莲当个老妈子对待。他们兄弟3人都是宋秀莲拉扯大的，但是姜老大对其却没有1分1毫的感恩的心，甚至对于同母异父的弟弟姜老四也是不惜的紧。你大嫂也做过田螺，当然不如你这味道香。你做这田螺的味道，闻着就流口水啊！那你赶紧回屋拿金子擦擦吧。姜老大气呼呼的转身离开灶房。想吃田螺，做梦了吧？他把2大锅田螺倒在桶里，拎去了北屋；2桶鱼儿也混在同一个桶里，也拎去了北屋。之后简单的做了刀削面。用过早饭之后，秦九月带着宋秀莲、江青野和2个小的一起到村口坐车去镇上。2个时辰不到，驴车已经停在枫林镇镇子口。秦九月在人流聚集的地方找了个位置。那个，你带着2个孩子在这里卖田螺吧，1斤6文钱，2斤10文钱，买的多了就酌情让点，我去就回。那，这是10文钱，你先收着。等下要是官差过来收摊位费，你就直接给他2文。好。然后秦九月带着江青野去了千禧酒楼。哎呦，我的小嫂子，你终于来了！我这几日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你呀。掌柜的，鱼给你送过来了，还有这个。那上次做的鱼，下面用的青菜是小白菜，口感其实不太好。豆芽菜才是水煮鱼片的灵魂伴侣，你可以先让后厨做一份试试。哎，我相信小嫂子。这个叫什么豆芽菜的菜怎么卖？3文钱1斤。不过掌柜的，豆芽菜要当天吃完的，隔夜的豆芽菜会产生毒素。你看你这边收多少，剩下的我再去其他地方卖一卖。那小嫂子这里有多少？80多斤。掌柜的，1份鱼大约放2、3两就足够了。能行，我都要了。最近这几天，他们酒楼每日能卖出去300多份水煮鱼片。咱们的鱼呢，还是按照原价，1条1斤以下的10文钱1斤，高于1斤的12文1斤，行吗？秦九月点点头。掌柜的，平日里你们家的鱼都是从哪里买的？这每日早晨都会有货郎来送，是从很远的鱼塘送过来的。为了多运鱼啊，都没有水，来的时候大多也都是死鱼了，所以说这个价钱相对便宜一些。可是这个味道自然不如小嫂子这些活蹦乱跳的鱼了。哎，小嫂子，刀鱼可以留下，州府的人等会儿就会过来，届时直接让他们带回去，他们给你按啥价，我就带他们给你多少银子，免了小嫂子这一来一回的绞成。这当然是最好不过了。秦九月道了谢，掌柜的将小算盘拨得啪啪作响。秦九月总共从掌柜手里拿到2两600文，拿着掌柜的给的银子，秦九月和江青野一同离开了千禧酒楼。宋秀莲身后跟着2个小萝卜头，一大二小都呆呆的，也不知道吆喝吆喝。九月啊，娘没有卖过东西。没关系，我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鲜可口的炒田螺，6文钱1斤，1斤只要6文钱啊！6文钱你买不了吃亏，6文钱你买不了上当，6文钱送你一场味觉盛宴。他怎么好像什么都会啊？就是在河里捞的田螺吗？
6文钱一斤，哼，小娘子真敢要，这玩意儿在河里都没人要的。来，大家伙都尝一尝，这田螺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主要是我家的独家秘方，配料什么的都老贵老贵的。哎呀，反正就算我说出话来，味道不好也白搭。听我夸得天花乱坠，不如自己张口尝一尝。来，大家伙都尝一尝，多拿2个。大家伙半信半疑地尝了尝，眼睛忽然一亮，滋味倒是真不错，又香又辣，贼下饭。贤娘子，滋味是真好，可价格是真贵呀，能不能便宜啊？是啊，咱们都是真心诚意的要，小娘子给个实在价。哎，那成吧，看在第一天摆摊的份上，那就10文钱2斤。哎，不过买1斤还是6文钱啊。给我来2斤，我家娃子们啊指定爱吃。我也要2斤。门可罗雀的小摊前瞬间热闹起来。太好啦，我们家又赚钱啦！娘亲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切，最会拍马屁的小妹。我们现在就去给小舒儿买好吃的，好不好？这次的大采购带着宋秀莲，秦九月这次给孩子们买了许多吃食。他本来打算去成衣铺买几身成衣的，被宋秀莲软声软语的劝阻住了。九月，咱不花那个钱，娘会做衣裳，娘给你做。哦，对了，我上次有买布料的，我们一家人1人1件衣服，差点给忘了。宋秀莲还以为是秦九月给她自己买的，一直没敢动。最重要的是要去粮铺里买黄豆和绿豆。既然已经确定了销路，秦九月每样豆子买了50斤，紧接着又去杂货铺买了太油。一家人收获满满的赶去了镇子口，在路上又割了3斤猪肉。哎，我记得前不久你刚从我这儿割了2斤肉，今儿个又要割3斤，家里挺宽绰呀啊！主要是给娃娃吃。当老郭头看到老姜家又是大包小包的走过来，他的惊讶之意无以言表，这也太好了吧！老姜家难道真像他们所说的富裕了？郭叔，我想麻烦你一件事。老四媳妇儿，你说就是，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郭叔，我知道你每日都会来镇上，我经常呢要给镇上的千禧酒楼送货，但是来回一趟1整天，太耽误时间了。我寻思着，你能不能帮我把东西送到千禧酒楼去啊？行。郭叔，那每一趟我就给你20文。你把你郭叔我当成什么人了？举手之劳而已，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我和你公公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现如今你公公不在了，大的事情上帮不了你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算得了什么呢？哎呀，郭叔，这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啊，更别说我这几个桶要占你车那么多地方，这是你应得的呀。老郭头执意不要钱，免费帮他们。哎，郭叔，要不然这钱我就给别人赚了啊。你这丫头，钱多都没处花了，非得往人家手里塞钱不可。你们家的光景我知道，你们，郭叔，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啊。每次送货的前一天，我会去你家里说一声，第2天你在驴车上给我的桶留点位置。哎，放心吧，老四媳妇儿，你们莫不是卖鱼赚了钱？郭叔，你也可以让你家里的年轻人出来抓鱼卖啊，咱们抓的这种活蹦乱跳的野生鱼最受酒楼欢迎了。还是算了吧，夏天的时候也没少抓，一家人一晚上不知道能不能抓2条小黄鱼，第2天一早顿顿都不够孩子们吃的。秦九月一手拎着50斤豆子，轻而易举地往北屋走去。他什么时候这么有力气了？以前挑一桶水都能翻倒。走了，睁眼拿桶，三宝和小舒儿抱着你们的吃食回家了。姜老大和姜老二一家都不在，都随着媳妇儿过娘家去了。进去北屋，姜青野看了看便桶，老二，你今儿没尿尿啊？是三伯伯过来过2次，帮忙倒去了茅房。你三伯娘给你做饭吃了。姜清矿点点头。姜老三是他亲手从小奶娃带大的，老三倒是个好的，只是碍于头上还有老大老二，老三又不想惹麻烦，所以也就只有趁着那边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接济。奶奶，那个娘，我们快点算算今儿赚了多少钱吧。九月，都给你。钱
都是钱。秦九月算了算，他今日从千禧楼掌柜那边得到2两600钱，30斤爆炒田螺总共卖了150文，买了100斤豆子花了500文，1斤太油讲了讲价，花了1两银子，给孩子们买吃食、买肉、买香辛料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花了400文，剩下了850文，连带着上次剩下的一起，秦九月现在手里有差不多2两银子。1斤豆子大约能发8斤3两豆芽菜，豆芽菜3文钱1斤，豆子5文钱1斤，也就是1斤豆子能赚20文。我们每日保证往千禧酒楼送10斤豆子发的豆芽菜，净赚200文，去掉给郭叔的20文跑腿钱，还有180文啊。另外是爆炒田螺，田螺是从河里抓的，不要钱。但是炒田螺所需要的花椒、辣椒、香辛料和太油都不是便宜的。我算了一算，30斤爆炒田螺，我们大概只能净赚50文。然后是活鱼，小鱼1斤10文钱，大鱼1斤12文，也就是说20斤鱼净赚至少200文啊。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打算，豆芽菜我们是要长期为千禧酒楼供应下去的，每日180文，稳稳妥妥。爆炒田螺可有可无，闲来无事去卖一卖也成。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其实是活鱼，我想在稻田里养鱼，实行稻鱼混养。如果鱼的销量前景较好，我想再挖鱼塘，你们觉得呢？在稻田里养鱼能行吗？不试试看怎么知道行不行啊？说要去小河里抓了鱼，放在稻田里，让大鱼生小鱼吗？不行，徒手抓的鱼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受伤，它们是活不长的。3两天还行，除非你去河里捞鱼籽，或者直接捞鱼苗，否则想要养鱼就要去买鱼苗。对，眼下时节得买鱼苗，明年开春倒是可以捞鱼苗、鱼籽。9月，鱼苗最好的下放期间是谷雨前后，现在下鱼苗还能行吗？谷雨前后的确是最好的时间，但是我们杏花村的夏日比较长，10月份的气温还很高，而鱼苗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便能长成手掌长短。如果密度合理，还有可能长得更大更快。我们只要在冬日来临之前将鱼全部卖出去就好。小鱼不会把稻子咬断吗？它会把我们的稻米吃光光吗？不会的，小鱼的活动呢会对稻子产生良好的影响。比如呢，鱼儿可以除草松土，保肥施肥，利于水稻分蘖和根系发育，控制病虫害。稻子又为鱼儿遮阴蔽日，让它们迅速增肥，最后实现2者的双丰收。我觉得可以试试。要是你想试，那就试试。只是不知道买鱼苗得用多少钱，咱家这些钱还够不够呀？我爹也该寒碜骗了啊！宋秀莲尴尬地搓了搓手。谨言每日只能进些水，偶尔吃点稀粥，长此以往，这身体是受不住的。所以大夫让每半个月给他含一片参片。哦，原来如此。娘，你出来一下。宋秀莲赶紧出去。三儿，咋了？江老三拉着宋秀莲走到角落里，将握在手里的1两银子塞给宋秀莲。娘，你收着，别声张，给四弟去买参片。娘不要，你自个儿收着。你媳妇儿是不是不知道？我媳妇儿知道，让你别声张，主要是别让大哥二哥他们家知道。娘，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你把我从小带大，对我比对亲儿子还亲，我却不能光明正大的给你养老，我就是个小白眼狼。孩子，不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那娘你就甭推辞，把银子收下，别给了弟妹，省得又让她乱花了。宋秀莲拿着银子回来给秦九月看，你三哥三嫂送来的，既然是给你的，你就收着。去把咱们买的栗子糕给你三伯伯家送点，先去洗手。二毛说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咱们家还缺你一句洗手的水不成啊？赶紧洗，脏乎乎的和小乞丐似的。三宝扁了扁小嘴，把小手认认真真洗干净了，才进屋里去拿栗子糕，和小舒儿一起送去老三家。栗子糕甜甜软软的，给铁根哥哥吃的。哎呀，铁根哥哥不吃，你们赶紧拿回去。三伯娘，我们家还有，这是我娘让我们给你送来的，你们就剩下给铁根哥哥吃吧。
这竟然是秦九月主动让孩子们送过来的，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因为大嫂二嫂都交代自家孩子不要和老四家的孩子玩，所以铁根和2个孩子也并不熟悉。铁根，你去门口看着，要是老远看见大伯二伯他们回来，就赶紧跑回来和娘说一声。铁根立刻就去了。三宝和小舒儿要回家。哎，等一下！说着，江三嫂迅速从柜子里拿出几身衣服，也来不及叠一叠，就一股脑的让2个小家伙抱起来。男孩子的衣服啊，是铁根哥哥穿小的；女娃娃的衣服啊，是我娘家侄女穿小的。我都给挑了好的，让你奶奶和你娘不要嫌弃。谢谢三伯娘。这时，江三嫂才放2个小家伙离开。媳妇儿，你真好，谢谢你。人心都是肉长的。老四没回来的时候，家里几个孩子都是婆母看大的，我一直记着婆母的恩情。只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只能随着大嫂二嫂。哎呦，怎么还拿回来了衣裳？三宝赶紧把三伯娘的话重复了一遍。倒都是好的，那就留下来吧。小孩子穿衣裳费，放着一起换着穿。那个，你有空做做衣裳吧。等下我给你量一下身量。我去你郭叔家，请你郭婶儿帮忙剪一剪。许久不剪衣裳，我手都生了。行，你看一下布料的多少。最多的2块布料是你和我的，最小的2块布料是三宝和小舒儿的，中间2块布料是老大和老二的，别弄错了啊。宋秀莲的眼眶微微发红。我吃完饭就去，我先去做饭了。喂，干嘛？鱼苗要去州城买，要连夜起身，第2天一大早去鱼苗铺子买。这时候的鱼苗应该不多，所以越早动身越好。你怎么那么了解啊？你爹以前卖过鱼啊？废话真多。小破孩，一点都不可爱。隔壁老王家，你个懒婆娘，拿着出去抓鱼当借口，不干家里活儿，你抓个卵卵你又懒又馋又尖又滑，快给我做饭去！再磨蹭，我就让王贵休了你！赶紧的！娘，我也是为了咱们家好。秦九月每天抓老多鱼，在镇上换了不少钱，半个月都割了2回肉了。我这不也是寻思着，也想赚了钱买点肉给你和爹吃吗？那你抓到了？没有。陈秀秀也是纳闷了，她每次洗衣裳都能看到秦九月和江青野的竹笼子里满满都是鱼。今天趁秦九月不在，她赶紧拿着竹笼子到秦九月经常下笼子的地方下了整整1日，却连一条巴掌大的小鱼都没捞上来，只捞上来一只癞蛤蟆。为什么秦九月他们就能抓那么多鱼？那要是以后我每天都跟着秦九月，紧贴着秦九月的笼子旁边下笼子，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抓到鱼了？哎呀，要是我和秦九月没有闹矛盾就好了，秦九月一定会把鱼分给我一半的。而秦九月也在发愁，他发愁买鱼苗的启动资金要从哪里来。赚钱，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呀？哎呀，好难啊！当天晚上，秦九月又做了一个梦。天亮以后，秦九月连忙爬起来，穿好外衣，拎起水桶就往外跑。江青野好奇地追了上去。秦九月提着水桶到小河中游，二话不说就下了水，看到了一块灰黑色的大岩石。梦中的地方就是这里啊。秦九月搬开石头，这块石头长得特别奇怪，下方正中间往里面凹陷了一块，而凹陷进去的地方却趴着一个巨大的蚌。他赶紧放进木桶里。秦九月在水深之处又摸到了几个大蚌壳。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以后，秦九月就迫不及待地开蚌，缓缓地撬开，雪白色的蚌肉露了出来。哇，大贝壳！秦九月把蚌肉切下来，手指在雪白的蚌肉里轻轻一捏，平整的蚌肉上立刻出现了一个小凸起，手指用力一捏，我的天啊，是珍珠！珠圆玉润，色泽温柔，简直是珍珠中的上品。剩下的几只蚌也用如出一辙的手法打开，只有2个里面没有珍珠。秦九月总共收获了9颗珍珠。哇！你怎么知道石头下面会有蚌，蚌里面会有珍珠的？我做梦梦到了呀。生气，这个女人又开始胡说八道。
奶奶，你看啊，娘她挖到珍珠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秦九月把珍珠小心翼翼地放在钱袋子里，要去府城卖，届时卖了珍珠，直接去买鱼苗。先吃饭，我煮了米粥，烙了葱油饼。啊，好。三宝、小妹，我带你们去洗脸洗手。啊，宝宝来啦！九月，你是咋想到的呀？人家做梦梦到的。唉，看吧，说实话也没人信。饭后，秦九月又带着江青野去下笼子，发现几乎所有的有利地势都被别人占据了，他们就随便选了个空地，把竹笼子扔了下去。回家的时候，发现江大嫂竟然去了北屋。哼，等下就开始割稻谷，肯定是来让奶奶去给他们帮忙的。婆母啊，你看你们家稻谷也提前割完了，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家呢正好缺人手，要不你就去我们家帮忙割2天吧。婆母放心啊，我们管你1天3顿饭。那管我和孩子们不？老四媳妇呀，你要是也去给我家帮忙，自然是要管你的。哎，我不是这意思啊，老人家呢要天天伺候我们一家人吃饭，要是被你们拉去割稻谷，谁给我和孩子们做饭吃啊？你是要饿死我们呀？啊，你这么大人了，还不会伺候孩子们吃饭吗？前几日我看你做饭做得挺带劲的，怎么为了不让婆母去我家帮忙，又装不会做饭了？婆母，我公爹死得早，你看人家家里啊都有公爹婆母帮忙，就我们没人帮忙，你就伸把手呗。旁人家婆母帮忙，旁人家可没有把婆母分出去。江老四没回来的时候，你们抢着要婆母给你们看孩子，眼看着江老四受伤回来了，看病的钱成了无底洞，你们忙不迭的把婆母分出去。哼，现在有活干了，又想起婆母来了。关你屁事啊！就你话多，婆母都没说什么呢，哪里就有你说话的份儿了？闭嘴吧！老大家的，不是我不想去帮忙，是我手头上还有活事，除了给一家人做饭，我还得做衣裳。要不这样，我尽量空出过午的时辰，过午去地里给帮忙。那行吧，不过我们割稻谷的时候，家里的1日3餐就交给你了。正好我们家没米了，也没有面了，没有油了，先用着你们家的吧。哎呀，那行吧，我们家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今天上午就吃凉拌马齿苋和野菜汤吧。我们可是得干一整天的活儿，吃这点哪够管饱的呀？你想让我们饿晕在地里啊？哼，是大伯娘要跟着我家吃，我家本来就吃这些东西，我们也想顿顿吃肉啊，可是我们没钱呀。大伯娘要是想吃好的，尽管把银子留下，我跑去镇上也能给你买来。行吧，我等下和老二老三媳妇商量一下，3家人凑点面，你给做点面食，不过各家吃各家的啊，省得有人想要在里面捞点好处。一炷香的功夫，3家人凑出来1小袋糙面，江大嫂送了来。都在这里了，你省着点做饭啊。媳妇儿，你看老四家这块地。哎呦，我的亲娘3舅老爷，这是发了2茬了呀，看样子还长得挺好的。天哪，这就是你那后娘啊，怪不得悄摸的割了稻子，原本还以为他们傻呢，没想到傻的是咱们。不知道那个老狐狸从哪儿学来的法子啊，藏着掖着不告诉咱们，怪不得人家都说后娘不是娘，隔着肚皮远了心肠。这老娘们儿看着唯唯诺诺老老实实的，没想到这么多坏心眼子啊！呸！哎呀，别生气了，明年咱们也这样干。哼，老四一家呀就没个好东西，别管是老的少的还是小的，这是扎堆的坏。呀，别说了，心里有数就成。人家都割了那么多了，咱们快点。人家有公爹有婆母帮忙，谁家婆母不给自己儿子家帮忙割稻子呀？不割也行啊，做点饭吃总成吧。他娘的还得要我拿着面去，我嫁到你们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小哥，我们的豆芽菜应该好了吧？对啊，咱们和娘一起种的，娘的豆芽菜都卖掉了。那我们快去看看吧。三宝牵着小舒儿的手跑到屋里，拿出小陶罐。怎么臭烘烘的？2个小家伙差点呕吐出来。怎么了？二哥，你看看我和小妹的豆芽菜，都变成黑黑的、湿湿的一坨了。你们途中是不是掀开看过，没有洗手啊？不会是三宝在屋子里拉屎了吧？大哥二哥，都是
宝宝和小哥的错，我们想要看看猜猜长多大了，就偷偷的掀开棉布看了看。没关系的，等一下让大哥来处理，你们出去玩吧。等等，不行，自己做错了事，想要自己来弥补。既然豆芽菜发臭是因为三宝和小叔儿，那就得让三宝和小叔儿一起处理。情况，三宝和小叔儿还小，那也不成，知错就改，光口头上说说不行，必须要下手去改。二哥哥说的对，我们自己来处理。两个小家伙一左一右的抬着陶罐出去，在院子里听完兄妹四人对话的秦九月笑了笑。不得不说，江清旷的教育方式他很是认同。哟，三宝和小叔儿要刷陶罐啊？宝宝和哥哥一起去刷罐罐，等下一次种到豆芽菜的时候，宝宝和小哥哥一定不会偷偷看了。我相信你们说到做到，乖小孩都说话算话的。我们要做乖小孩。宋秀莲做好了中饭，和江清野一起送到地头上。秦九月顺路跟着一起，他要去自家地里的稻田看一看。快趁热吃。哎呦，婆母可真是好本事啊，跟我们一家人还藏着掖着，自己弄了个发二茶道的方子，就搁自己家田里偷摸搞了，这是唯恐我们三家能吃饱饭是不是啊？大伯娘，当时奶奶说要告诉你们，是我没让奶奶告诉你的。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稻谷会不会发出来，如果我们告诉你，但是最后稻谷都烂在地里，你又要反过来赖我们，所以我们只是想实验一下，如果真的可以长出二茬，明年就告诉你们。这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怪就怪我，别怪我奶奶。哼，小兔崽子倒是护老狐狸精护得紧呢。呸！奶奶，我们回家。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个小兔崽子说谁是狗呢？谁对号入座谁是狗。说完，江清野硬是把宋秀莲拉起来。婆母，你可是说好了上午来给我们家帮忙割稻子的啊。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现在不愿意给你这份情分。江大嫂气急败坏，又当着老二家和老三家的面儿，她要是被江清野和老狐狸精压了一头，之后在老二媳妇儿和老三媳妇儿面前，她的脸该往哪搁呢？他猛地起身，抓起地头上横放的镰刀，气冲冲跑到不远处的江老四家的稻田，二话不说就要割宋秀莲家的稻子。大嫂，听到声音，江清野迅速回头，看到这一幕的江清野双眸骤然充满愤怒，他双拳紧握，转过身就朝自家田里跑去。住手！在另一端地头上观察稻穗的秦九月这会儿好奇的抬头，也亲眼目睹了这让人血压瞬间飙升的一幕。娘的！秦九月顺着地垄大步流星地冲到地头，一把将弯着腰的江大嫂推到稻田里，江大嫂一屁股坐到水里，她骂骂咧咧地举起镰刀对着秦九月乱挥，锋利的镰刀在空中划出银色光芒，秦九月也不敢贸然上前。大嫂，你别这样，是他们先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我今天非把他们的稻子全部割掉，才能解我心头之恨。秦九月摩挲了一下手里的石头，猛然一掷，打在江大嫂的手腕上。江大嫂吃痛，手指下意识松开，镰刀落在旁边。秦九月一脚把镰刀踢飞，顺手拉起江大嫂的妇人器，另一只手利落的给了她一巴掌。你有病吧？我让你割！这会儿反应过来的江老大赶紧上前去拉秦九月救自己媳妇儿，可他还没碰到秦九月，就也被秦九月一脚踹在稻田里。老二老三，你们还站着做什么呀？你们快去拉开呀！弟妹，别打了！弟妹啊，别让外人看笑话呀！秦九月越看江大嫂越生气，按着江大嫂的脑袋，把人往稻田里的水里按下去。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江老四媳妇儿把江老大媳妇儿给打了，让一下，让一下！村长杨万芳穿过人群跑过来。哎，行了行了，住手，都住手，都给我住手！村长，我大嫂祸害我家庄稼，简直猪狗不如。村长，你听听这个毒妇恶人先告状啊！你看看我都被折磨成啥样了，村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被这个毒妇欺负可不是一次两次了呀！
村长，你作为一村之长，一定得为我主持公道呀！村长，老四人事不行，我这个做一家之主的，是不是有权利帮老四休妻啊？休妻？你算什么东西啊？你有什么权利帮我爹休妻？你们早把我们家分了出来，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有资格代替我爹做决定的是我这个长子，同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江青野对长辈以下犯上，实在不妥。宋秀莲赶紧把江青野拉到自己身后。村长，你听听啊，你好好听听，跟着这个毒妇，孩子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要是不把他休了，这些孩子们非得长成歪歪腚不可。江老大今天非得做主，替老四把秦九月给休了，不然他们夫妻俩可就成了杏花村的笑话了。一个一个的说，从头开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来老四家地里看看稻子，秦九月二话不说就把我按到水里，又是打又是踹的，还把我的脸往水里闷，这都不是欺负人的问题了，这是要杀了我呀！不等秦九月解释，江青野抢先说：村长伯伯，根本不是他说的这样，是他拿着镰刀来我们家地里割我们家的稻穗，我娘才出手制止。可是他却拿着镰刀冲着我娘挥，为了护住我们家的口粮，我娘才和他扭打起来的，他是罪魁祸首。哎，村长，你说稻子都熟了，我家里的割点稻穗怎么了？天哪，老四家地里的稻穗又长出稻米了，我们又不知道啊。哼，你还在说谎，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分明眼红我们家二茬稻的。村长此时此刻的注意力完全不在这场打架上了，而是落在了老四家的稻穗上。老四家的，这是怎么回事？上一次我去镇上，一个外来商人无意间提起了二茬稻，我就留个心思偷听了几句。他们说，若是气候适宜，在稻子完全成熟之前，10天8天提前收稻，留下稻穗上的休棉芽，年前便可收二茬稻。我也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我们杏花村的气候是否属于适宜气候。我和我婆母商量，先用我们家的稻穗做实验，如果今年真的收成二茬，明年就告诉大家，我们全村一起搞。之所以今年没有说，我就怕会失败。你们也知道，我们家提前收稻，损失了近100斤稻子，若是失败了，大家伙都损失成100千两稻子，可不得把我们家千刀万剐呀！这不是长出来了？来，乡亲们来，你们快点过来看看呐！老四家的，明年你得教教我们呀！是啊，我和你公爹老交情了。先看我们这二茬稻能不能打出粮食吧。要是能打出来，2次的亩产量加起来大于1次，我就教大家。哼，教个啥？大伯要代替我爹休了你，你就得回娘家，哪里还能在杏花村待啊？老大，你办这事儿可就不对了，老四媳妇做错啥了？是啊，模样不好说，还给老四家里发了2茬稻，青野都向着他。你说你为啥要休了？对呀，江老大夫妻俩被大家说的脸都没了。哎呀，这一家人闹点矛盾而已啊，关上门来就和好了。老大，你赶紧的带着你媳妇儿回家换身衣裳，抓紧时间回来割稻子。村长，我婆母答应了帮我们割稻子，你快让她给我们收稻子。哼，大嫂，当初我们收稻子，你帮忙没有？我是没帮忙，可是我不给你帮忙是天经地义啊。她一个当婆母的就要给自己儿子家帮忙的。你真是牛啊！把我婆母分出去的时候，说我婆母不是大哥的亲娘，大哥也不需要尽到赡养的义务。现在有活了，想到我婆母了，大哥便又成了我婆母的儿子了。6月的天都不像你们俩这样变的，怕天谴。大热天的，我婆母在灶房里忙活了1个上午，给你们做饭，就算是以德报怨了，你们还狮子大开口了。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2皮脸呀！村长，你看到了吧？你这次终于亲眼看到了吧？他平时就是这样欺负我的。老大媳妇儿啊，我觉得老四家的说的颇有道理，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你们占了吧？啊，做人得讲究个你来我往的。是啊，老四家孤儿寡母的，收稻子都没人帮忙，你们一个个年轻人身强力壮的，还得一个眼神不太好的老人帮忙。就算不是亲娘，把自己拉扯这么大，也得知道心疼吧？生恩不及养恩重，老大养母更是娘。哎，大嫂啊，我陪你换身衣裳去了，走。江二嫂拉着江大嫂往回走。我跟你说呀，大嫂，你啥都别说了，
这说的多就错的多呀！你没见大家伙现在那都巴结秦九月呢？为啥呀？不就为了明年想跟着秦九月学那二茬道怎么弄啊？就算理儿钱在你这边，他们这会儿指定也是更偏向秦九月呀。切，这群墙头草你还不知道呀？这一番话说的江大嫂恍然大悟。你咋不早点说？哎呦，我也是刚想到的呀！我这脑子里一想到，我立刻就把你给拉出来了。哦，老二媳妇儿，你脑袋瓜好使，你给我出个主意，接下来该咋办呢？江二嫂的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在江大嫂的耳边低语了几句。江大嫂一边听一边不停地点头。秦九月要去做晚饭，才发现灶房门上被上了锁。他扭头出门，不一会儿就从外面捡来一块石头。宋秀莲刚好出来淘米。咋了，九月？秦九月指了指灶房。怎么能这么过分？我去找他们要钥匙。别去了。那怎么？半字儿还没说出来，秦九月已经举起石头砸向锁头。九月，终于听到哐当一声，锁头掉在地上。秦九月直接将门鼻砸断了。去淘米洗菜吧，我先做红烧肉。三宝和小舒儿在北屋里绘声绘色的和江清矿说：“二哥，就这样砰砰砰咣当一声，娘就把门砸开了，超厉害！二哥，刚开始我也觉得娘是装的，但是她总不可能装那么久吧，所以娘应该是真的变好了，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江清矿叹了口气，变好了又如何？他还能站起来吗？二哥哥，你的腿腿很快就会好啦。会好的。虽然他自己都不信。江清矿亲了亲妹妹的小脸蛋儿，三宝也吵着要亲亲。二哥不公平，亲亲小妹不亲我。兄妹三人闹作一团。晚饭吃的红烧肉、炒小青菜、酥炸小黄鱼、鱼前叶窝窝头和米粥，吃的三宝撑的坐在炕上一动不敢动。小舒儿也抱着自己的小肚子。宝宝的肚肚里面好像是有个宝宝，逗得宋秀莲乐不可支。院子里，在地里干活的三家人陆陆续续的回来了。江大嫂看见灶房门大开，门鼻子都被打坏了，气得在院子里骂骂咧咧的。呀，别骂了，快去做饭，都要把人饿死了。都怪秦九月，要不是秦九月撺掇，宋秀莲还不是任由他们拿捏吗？我这凌晨就动身去府城。你一个人能行吗？哼，算了算了，我跟你一起去吧，省得你会被人骗。我方才去郭叔家里说了，借他的驴车，所以得给驴备好干粮。我怕家里没有，就买了郭叔家的，加上租赁，一共给了郭叔100文。不过郭叔拜托我回来的时候，帮他拉一车草料回来，给了我50文。九月，你不用每一次花销都告知我，这些钱都是你赚的。现在是你养着咱们家，我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没关系，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老大，你娘明天还要长途跋涉，快去给你娘打盆温水来泡泡脚。江青也翻了个白眼儿，自己不能打吗？有胳膊有腿的。饶是小少年这般闷闷不乐的，可还是老老实实的出去打洗脚水了。秦九月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他们几家的稻子今日一日肯定割不完，他们明日看我不在家，可能还会让你去帮忙。我希望你不要去。以往对于老大老二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宋秀莲从未说过不。九月，娘听你的，娘不去。还好，还不是无可救药。好人成佛要经过9981难，坏人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所以好人很难做，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成为一个不太好也不太坏的人。既然已经分家了，理应是各不相干的。但是他们每次干活的时候总会想到你，你也会傻乎乎的跑去帮他们。这样一来二去，他们就知道你是一个愚蠢的好人。这个时候你只能走出一步，拒绝说不，这样你只会在他们的心中从好人变成坏人。在别人眼中的你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所以你怕什么呢？早一点鼓起勇气，早一点脱离苦海。秦九月一口气说完之后，发现宋秀莲、江清矿、三宝和小舒儿都眼巴巴地看着他，似乎被他这一番长篇大论给说懵了。刚刚好，江青也端着洗脚盆从外面进来，小少年板着小脸，把洗脚盆往秦九月面前一甩：“赶紧洗，
惯的。谢谢。谁要你的谢了？九月，去府城路途遥远，我把珍珠缝在你衣服里面吧。宋秀莲小心翼翼地把几个珍珠结结实实地缝在秦九月的外衣里面，这才露出轻松的笑意。凌晨3更半夜，母子俩蹑手蹑脚地起来，背上干粮，带上水葫芦，轻轻地打开大门离开了。江大嫂来来回回地出了几趟院子，却没有发现秦九月的身影。你后娘呢？才不要告诉你！你这个小兔崽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不解气，在三宝的小胳膊上扭了一下。大伯娘杀小孩了！江老三和宋秀莲分别从自家屋子里出来。怎么了？哪里受伤了没有？大伯娘掐我！就是我掐了他，怎么了？小年纪没一点礼貌，既然没爹娘教，我这个当大伯娘的就好好教训教训他。你家铁蛋还骂人呢，你怎么不教训你家铁蛋？明明就是想欺负我，给自己找理由。一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子，真是不要脸！你给我等着，等我忙完了这阵子，我再收拾你。等一下，你随我们一起去地里干活。宋秀莲想到九月昨晚上苦口婆心的话，目光由刚开始的躲闪逐渐变得越发坚定。老大媳妇儿，我没时间去，你和老大2个劳力，动作快点，干一天也能干完。你方才说什么？你不去帮忙？宋秀莲忽然发现，拒绝别人想要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是一件极爽的事儿。对，我不去。奶奶，要不我还是去找村长伯伯过来给我们家主持公道吧。哎呀，别磨叽了，快去地里，人家隔壁老王家天不亮就去了。哎，赶紧的，赶紧的！铁蛋，跟上爹娘到地里啊，跟在爹娘后面捡穗子。哎呀，赶紧走吧，再等下去也没人给帮忙啊！这天生就是劳碌命，累死我算了。最后离开的是江老三2口子，老三尴尬地冲宋秀莲笑了笑。娘，我俩也去地里了。天亮的时候，终于到了府城。府城里要比镇上豪华许多，真好。想不想来这儿住啊？你没睡醒呢？他带着江青野走进一家首饰铺子。小娘子有何需要啊？贵店有没有珍珠饰品？哎呦，珍珠嘛，真正的珍珠那价格都很贵的。我建议小娘子要不然看一看咱们这边的一些细软，物美价廉。我就想看一下珍珠，麻烦掌柜的。好吧。他引着秦九月来到侧面柜台上。这是一枚发簪，主要是黄金做成的，中间放有一粒珍珠，这是本店最大的珍珠。来，你看看。秦九月想将盒子转过来，掌柜的立刻阻止。哎，这样看看就得了啊，要好几10两银子呢。秦九月也并没有生气，打眼一看，最中间的那颗被掌柜的称为本店最大的珍珠，还不如他的8颗小珍珠个头大。掌柜的，如果只是单卖珍珠的话，这颗珍珠大概能卖到什么样的价格？这么大个头的珍珠大概能卖到15两吧。秦九月轻轻地点点头。看完了，我要收起来了啊。掌柜的，如果我说我有比它还要大的珍珠呢？哟，合着这是要来坑蒙拐骗的呀？还你有这么大的珍珠？哼，你要是有这么大的珍珠，还至于2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呢？赶紧走啊，别耽误我做生意。紧接着，秦九月带着江青野又逛了好几个首饰铺子，无一例外，要么是直接不让他们娘俩进去，要么是直接拒绝他们娘俩想看一下珍珠饰品的要求。他们根本都没有给咱们拿出东西的机会，怎么卖出去嘛？秦九月没有说话，几乎穿过了整条闹市，来到这边最后一家的小店铺。我还是不进去了，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秦九月并没有逼迫他，一个人进去首饰铺子。小娘子，你瞧一瞧，有没有看上的？秦九月如法炮制，得到了店里珍珠的大约价格。掌柜的，不瞒你说，我这里有几颗珍珠啊，能否让我看一下？将9粒珍珠全部取了出来，拿给掌柜的看。小娘子，能否问一下这些珍珠的来历呢？这是我娘小时候在河里捡的大蚌开出来的珍珠，一直在家里珍藏着。要不是现在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也舍不得拿出来让我卖掉。怪不得呀，小娘子令堂真是好福气。掌柜的，
您能收吗？能的，我都要了。我也不跟小娘子玩虚晃的。这边8颗，每颗15两，大的40两，如何？好。门外进来一群人，最前面是位年逾30的美妇，锦衣玉袍，穿金戴银，跟着4个小丫鬟，2个小厮，观之便觉身份并不简单。掌柜的，把你们店里最大的珍珠细软给我拿出来。掌柜的立刻看了眼秦九月，秦九月冲掌柜的眨眨眼睛。我们已经口头约定了，说卖给你就卖给你了，你先招待其他客人，我就在旁边等一会儿。掌柜的有些惊讶，其实夫人一句话就知道他专门是为了珍珠而来，而且应该是跑了不少店铺，没有寻到合适的。若是现在小娘子将那颗最大的珍珠拿出来，即便是抬出市场价之外，这夫人肯定也会买下的。可眼前这位小娘子却并没有，掌柜的心里不得不对小娘子的人品魅力进行叹服。夫人，店里没有珍珠细软，倒是有珍珠。光珠更好，将最大个头的给我拿来看。掌柜的立刻将那颗最大的珍珠拿给美妇人。这一套我真的来对了，给我看一下。掌柜的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手心里。哎呀，上品！掌柜的，能否给我在中间钻个洞？可以。若不是必须这么做，我也舍不得在如此完美的珍珠上钻洞的。只因我家老爷找人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绣了一幅双面绣，目前距离完工只差临门一脚了。那就是要作为眼睛的珍珠寻不到，因为绣品太大了，小珍珠太寒酸。今日我若是再寻不到大珍珠，只能将几个小珍珠穿在一起敷衍而用了。哦，原来如此啊！多少银子？60两。女人二话不说，扭头看了看丫鬟。玉儿，拿银子。身后的大丫鬟立刻取出钱袋子，数了银子。掌柜的立刻去给珍珠钻了洞，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双手送过去。女人转身离开。掌柜的给秦九月算账，8颗珍珠总共是120两，这颗大的……掌柜的微微尴尬。秦九月看出来之后，轻松地说：“不是说好40两的？”女掌柜总共给秦九月包了160两银子。秦九月拿出其中一个银锭子，让掌柜的换成20两碎银子。掌柜的将碎银子递给秦九月，然后随手从柜台上拿了2根发簪，一起塞到秦九月手里。妹子啊，你这朋友我交了，下次若是还有珍珠呀，尽管往姐姐这儿送，价格不是问题啊。我叫钱月，你可叫我月姐姐。说来我和月姐姐也挺有缘分的，我名字中也还有一个月字，我叫秦九月。哎呀，缘分呀，果真是缘分。秦九月告别掌柜的。老大，走了。你不会是把珍珠卖了吧？那你卖了多少银子啊？秦九月比划了一个16。哇，16两银子，那么多！母子俩终于在问了无数人之后，找到了卖鱼苗的地方。大鱼苗按尾计数，小一点的鱼苗按碗称量。这位小娘子，看你想买哪一种啊？为了保证育苗的成活率，秦九月还是选择了看起来精神饱满、色泽亮丽、活蹦乱跳的鱼苗，这便是最贵的。不过但凡多活10来条，贵出来的银子也就收回来了。养在稻田里的鱼苗，秦九月全部选择了按尾计数的，否则鱼苗的体型相差太大，小鱼苗会被大鱼苗当成食物吃掉。他最后也买了几碗小点的鱼苗，打算养在缸里。好了，就要这些。好嘞，我来给你算算啊，一共是10两银子。江青也摸了摸口袋里的1两银子，还是三伯给的，要给爹买一片参片。你在这里看着鱼苗，我进去买。江青也将口袋里的1两银子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秦九月手心里。一定要买大参片，大参片一般都很贵，1两银子最多只能买2片，你千万不要被别人给骗了。我知道。小娘子，你要抓点什么药？我想买1根人参。小娘子请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去后面请我们家掌柜的。半盏茶的功夫都没有，掌柜的身后跟了小药童走了出来。掌柜的，就是这个小娘子了。掌柜的，我想买1根人参。
掌柜的上下打量秦九月一番，呵呵一笑。哈哈，小娘子打算买多少年的人参？野生的还是种出来的？要野生的，最起码也要6年以上。啊，真是不巧啊！5年以上的野生人参，昨儿刚好卖了出去。倒是还有一些参片，都是8年以上的，因着整个卖这价钱太贵，所以只能切成片售卖。我可以看一下参片吗？当然可以。药童很快就将参片找了出来。那小娘子你瞧瞧，你瞧瞧这个头，只剩下6片了啊！秦九月挨着捡起来，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最后挑出来5片。把这5片给我包起来，多少银子？掌柜的面色复杂的看着被秦九月挑出来那一片。不知小娘子挑选参片的依据是什么？掌柜的不地道，我不是说只要野生的吗？掌柜的大吃一惊，的确，他是故意将药农养出的人参片掺和到野生人参片里，若是遇到不懂行的，也就稀里糊涂的卖出去了。掌柜的，多少银子？这只人参体型大而胖，本来要卖800文一片，小娘子要的多，那边700文一片，5片，总共是3两500文。秦九月利落的给钱，拿起参片转身就走。小药童要把剩下的1片参片继续收起来，掌柜的阻止了他。入药吧。掌柜的，这个是野生人参，入药那也太浪费了吧？让你入就入，哪来那么多废话？怎么样，买到了没有？买到了几片？秦九月把小布袋塞给江青野，江青野急忙打开，第一眼还以为自己看晃了，他手里足足有5片参片，他不可思议地看向秦九月。那个都是野生的吗？如假包换。那个花了你不少银子吧？还好吧。我没想到你会用你赚的银子给我爹买野生人参片。毕竟以前秦九月每次看奶奶给爹嘴里含参片的时候，都会咒骂爹赶紧去死，说他活着没用还费钱，倒不如死了。所以现在江青野心里的震惊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路过大酒楼，饿了吗？如果你饿了，我可以去包子摊给你买几个肉包子吃，不要下馆子了，里面好贵。虽然说卖了一点点钱，但是耐不住我们家人多，也是要省着花的。小少年婆婆妈妈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管家婆。秦九月笑了笑，给了他几个铜板。那你就去买几个包子吧，我去前面给国叔家买点粮草，等下你就去那里找我。娘俩在这里分开。秦九月刚买完粮草，将粮草堆上驴车。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出现2排士兵。让开，都让开！人们纷纷躲闪，小孩被吓得哇哇大哭，谁都不能动，纷纷要搜身。大家别慌，只是全城搜捕一杀人凶手而已，清清白白的搜完，自然放你们离开。秦九月焦灼地站在原地，踮着脚尖看向卖包子的地方。不知道老大怎么样了？我娘在那里，我只是给我娘买包子了。官爷，这是我家孩子，是我家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九月摇头，前面的人挨个经过，秦九月牵着驴车随着大部队前进。到了他们，官差用棍子搅了搅桶里的鱼，小鱼儿纷纷受惊逃散，气得秦九月差点翻个白眼儿。他立刻拉着江青野远离，眼睁睁看着官差举着刀往粮草里狠狠刺了几下，这才放行。走吧走吧。一个个的查，一点点的移动，不知道过了多久，秦九月终于看到城门，排着队路过城门的检查，他们就可以回家了。此时忽然有人想冲出官兵的搜寻，朝城门跑去，所有官差迅速追上，一时之间人仰马翻，乱得厉害。有人按在地上以后才发现，原来是范思言的。就在这时候，秦九月扭头，忽然发现自家粮草有点不对劲儿，他心中咯噔一下，迅速挪到后面，轻轻地扒开粮草，冷不丁地看到一只脚，瞬间全身血液纷纷倒流，一股脑地充斥在秦九月脑门上，他整个人都傻眼了。而在这个时候，距离城门的检查只有前面一个挑货郎了，他们正在检查挑货郎扁担两端的大竹筐，仔细的紧，他若是现在自动举报，会不会逃过一劫？后面的
就是你们，墨迹什么？快过来！秦九月决定了，他必须得举报，不然他和江青野今日定会命丧于此。忽然，骑马的官差喊了一声“吁”，停下马，对守门官差喊道：“这些个在城里都搜查过了，赶紧让出城，后面都要站不下了。”是。两人迅速跑去，放开城门，让以秦九月为首的这群百姓赶紧出城去了。不知道跑了多久，反正距离城府大门已经很远很远。秦九月的车速这才缓缓地减慢。怎么了？秦九月二话不说，直接绕到驴车后面，双手扒开粮草，又看到那只脚，他用力一拽，竟拽出来一个人。一个老头大字形的趴在地上。他粮草，他怎么会在粮草里啊？这就要问他了。过了好半晌，老头才扶着腰，哎呦哎呦的转过身。你们把老朽摔坏了，你差点把我俩搞死。小娘子，我也是没有法子了，在这里我给小娘子道个歉，对不住您了。他不会就是城里搜捕的杀人凶手吧？我不是杀人凶手。那你是什么玩意儿？哼，我是治病救人的大夫。怕是把人给治死了吧？那你还是杀人凶手。我最后再说一遍，小兔崽子，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不是杀人凶手。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把人治死的？知府大人的亲姐姐生孩子，2天2夜都没有生出来，要是再耽误下去，大人孩子都会死。我就按照医书上的法子给他剖开了肚子，把孩子拿了出来，又将他的肚子缝合。明明都已经快好起来了，可是老夫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孩子都20天了，当娘的还突然开始肚子疼发烧，没几天就死了。这不都怪到了我身上，说我是杀人凶手。哎呀，我真是按照古医书上的法子来的，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不过要不是我，大的小的还都留不住，我帮他们留住了个小的。现在我还成了千古罪人，我去找谁说理呀？秦九月恍然大悟，你怕是没有给小刀什么的消毒吧？如果我没有猜错，大人应该是被细菌感染了。消毒？细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简单的说，是有脏东西进去了伤口，就好像一块猪肉放在那里没几天就会腐烂一样，也是因为有脏东西落在了猪肉。哦，明白了。你怎么会知道啊？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小时候爷爷奶奶那些老人讲的故事都这样说的呀。我没有爷爷奶奶，我是一个人长大的。哦，怪不得你不知道呢。行了，我也算救了你一命，作为回报，你不可以对任何人说见过我们娘俩。再见了。我不管，你把我带出来了就得管我。好，那我们原路返回，我送你去见官。哼，老夫走了。他一步一步地远去，秦九月摇着头笑了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因为他丧了命，他倒还悠哉悠哉的。要是出城的时候搜了我们的车，那我们2个人都要被他害死了呀！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啊，少年。大鱼苗下田，小鱼苗下缸。江老四这媳妇儿又在搞什么花样啊？我瞅的像是鱼苗，该不会是想在稻田里养鱼吧？在稻田里养鱼，扯呢嘛！这可说不准，毕竟你看看人家稻田里的二茬稻，长得真叫一个好，我看着就眼馋。哎呀，当时人家收稻子的时候，我还笑话来着，感情该笑话的那个人应该是我自己呀。我咋觉着不对劲儿呢？我听说上个月宋秀莲还去江二叔家里借钱来着，怎么这个月他们这么有钱了？那些紫鱼苗可不便宜，这么多钱，2个女人是咋赚的？娘，女人还能咋赚钱呢？而且你们都晓不得，昨个3更半夜秦九月就出门了，天都快黑了才回来，一日就带回来了这么多鱼苗。不知道江老四媳妇儿一夜多少铜板？
要是百八十个的，老子也想去尝尝滋味。他那模样，那腰段，那声音，那皮肤，哎呦喂，天生的狐狸精，谁不想趴在他的肚皮上啊？哎呦！刚刚说话的男人忽然痛得尖叫了一声，就见姜老四家的三宝像是一只疯掉的小兽一般，鼓胀胀地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死死地瞪着男人，好看的嘴角上还带了一抹血。村里有名的小流氓二娃子捂着手，娘的，你是我狗的？呸！谁让你说我娘坏话的？哎，二娃子，你说人老四媳妇怎么了？哎呦，你瞧瞧，把二娃子咬成啥样了？滋溜滋溜的直冒血呀！二娃子自知理亏，指着三宝：“你给我等着！”然后就灰溜溜的跑了。哼！再有下次，我就咬死你！哎，九月真是的，怎么教的孩子呀？你会教孩子吗？可是你没有孩子呀。陈秀秀嫁到老王家那么久了，还没有身孕，最忌讳别人在她面前提起这件事情，当即被三宝气得不行。真是有娘生没娘养。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三宝像个常胜将军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到自家的稻田地头，看着奶奶、娘还有大哥在地里放小鱼，加高田埂，防着鱼会跑出去。三宝也想下地里帮忙。哎，宝，你别下来。娘，你不用担心我不怕水，我也不怕累的，我可以的。我担心的是鱼，我怕你会把小鱼苗给我踩死。三宝把试探卖出去的小脚丫收回来，坐在地头上，两只小手托着小腮帮，一双璀璨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地里忙活的家人。三宝看着看着，忽然又笑了。他感觉现在的日子好好啊，太满足了，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老王家，陈秀秀是哭着回家的。你这是咋的了？他们笑话我，就连隔壁那个小兔崽子都笑话我是生不出蛋的老母鸡。你和小孩子一般见识过什么？再说这种事情讲究的是水到渠成，不用刻意去管。爹娘都没说什么，管外人做事。陈秀秀现在根本听不进去话，一直哭着。别哭了。院子里，王老汉对王安说：“你皱着眉头干啥？”爹，我这辈子不打算娶媳妇了。小王八犊子，你说啥啊？回来这2天，除了头1天，剩下哪一天都能听到嫂子编排别人。幸亏是大哥，要是搁在我身上，恐怕我脑袋早就炸了。人哪有一样的？你嫂子虽然脾气大，但是长得俊啊。到时候让你娘托媒婆给你找个没脾气的，不过你别挑人长相啊。难道就没有长得好看、脾气又小的？哼，小兔崽子，毛都没长齐，还挺能做梦的。有是有，就是人家看不上咱。王老汉想起了隔壁老姜家的老四的妹妹姜麦芽，长得好、脾气又小的，不就说的是你麦芽妹妹吗？闻言，王安忽然眨了眨眼睛，垂眸不语。王老汉叹了口气：“哎呀，都怪爹，要不是爹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和麦芽都已经成亲了。”爹，你别说了。正好王大娘从外面进来。你俩说啥呢？娘，没说啥。哎，我托你二婶啊，给你说了个姑娘，是王家村的一个姑娘。你二婶说啊，这个姑娘长得虽然不漂亮，但是人高马大的特能干，屁股还大，指定一胎呀就能给我生2孙子呢。娘，我不成亲，我再等几年。你都多大了还不成亲呢？跟你一般大的小子姑娘，哪个还没成亲？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姜麦芽都成亲几年了，你能不能给老娘有点出息？那一个姑娘就吊得你魂都没了。王安扔下竹篾子，起身去了自己屋里。王大娘就开始骂王老汉：“你个老不死的啊，真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让隔壁的老狐狸精迷了心智，你儿子又让老狐狸精的闺女小狐狸精迷了心智，你们不愧是爷俩啊！”我们搬出去住吧。搬出去？搬出去去哪儿住啊？不管是起房子还是租赁房子，都要钱。我们还有钱吗？盖房子要花多少银两？
怎么也得180两的吧？秦九月松了口气，价钱还好，重要的是地基。村里有没有分家出去起房子的先例？有是有的，不过他们起房子也只能在自家老宅子附近起，没有人愿意让外人去他们家附近起房子，因为大家都要预备留着自家房子附近的地基给儿孙。秦九月明白了，也就是说，他们若是要起房子，就只能在老姜家这处老宅的附近及前后左右的地方起。娘，明天还想吃炒田螺。娘，宝宝也想吃。两个小的可怜巴巴地看着秦九月。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不过你们呀，得自力更生。知道什么是自力更生吗？知道，就是我和小妹想要吃炒田螺，我们2个就要去河里捡田螺。秦九月竖起大拇指。三宝真棒。宝宝也知道，可是宝宝没有来得及说。小舒儿也真棒，不就是田螺吗？明天一早哥哥去给你们捡。眼看就要白露了，河里的水多凉呀，你们别去。秦九月不理会江青野。我给你们做一个网兜，你们拿着小网兜去抓鱼。三宝和小舒儿不停地点头，好像小鸡仔啄米粒似的。宋秀莲转身拿出小布袋，小心翼翼地从布袋里面取出一片参片，递给江青矿，让江青矿给江谨言含在嘴里。这里是古代，没有现代的那些先进设备，现代的植物人长的可以活几十年，那是因为各种营养物质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他的血液里面，保持身体的机能元素什么都不缺，自然可以一直保持着活着的状态。但现在怎么可能呢？江谨言每天也就喝几口糊糊，吃下去的还没有流出来的多，然后就是靠着这一片片参片来吊着最后一口气，身体各项机能迟早会逐渐衰弱，以致停止。到那时候可能就是大限将至了。爹，你快一点起来吧，你都睡了好久了，宝宝都长大了呢。是啊，爹，你再不起来，大哥都该娶媳妇儿了。江青也一巴掌打在三宝的脑袋瓜上。别胡说八道。秦九月打算去村长家里走一趟，三宝和小舒儿吵着让江青野带他们去捞田螺，江青野只能带着他们出门了。三个孩子跟在秦九月身后，忽然江青野看到了什么。你受伤了啊？江青野脖梗微微滚动了一下，颇为难启齿地说：你裤子上有血渗出来，你没事吧？瞬间秦九月明白了江青野所指何物，他老脸一红，急忙原路返回。九月是不是忘了啥东西了？秦九月摇了摇头，我来那个了。宋秀莲恍然大悟，你先坐下，我给你拿那什么。很快宋秀莲就找出来了一个月事袋，这东西长得有些一言难尽。秦九月刚想接过来，就看见宋秀莲拿着月事袋去了灶房里。秦九月从脑海中挖掘了一下原主在这方面的记忆，瞬间瞠目结舌。月事袋2块巴掌大的布料中间是要加草木灰的，简直震惊到祖宗18代了。宋秀莲回来之后，把东西塞给了秦九月。笑着活下去。秦九月不情不愿，却又不能不用，只好磨磨蹭蹭的去了茅房。放好以后，只觉得浑身哪都不对劲儿，不太敢走路，也就不想去村长家里了。宋秀莲顺便收了秦九月换下的衣裳。哎，那个你放在那里吧，过2天我自己去洗就好了。搓一把的事儿。九月，你等一下，能不能帮娘喂谨言喝点水呀？哦，好。麻烦九月了。秦九月尴尬地笑了笑，走到炕边，江青矿瞪着大眼睛盯着他。你小心一点。秦九月怀疑江青矿可能是怕他呛死了江谨言。你就放心吧。看着躺在炕上的江谨言，长眉入鬓，气质非凡，鼻梁高挺，长得还真俊啊。
秦九月把碗放在炕上，拿起了一个小勺子，舀了一勺水，一只手轻轻地捏开江谨言的嘴巴，一点点地顺进去。江清旷盯了一会儿，发现秦九月真的没有其他的想法，这才松了口气。喂了小半碗水，秦九月才撤开。家里有没有纸笔啊？你想要做什么？不瞒你说，我觉得发豆芽的家伙事太少了，我想画个图纸，让铁匠帮忙打一个专门发豆芽菜的东西。江清旷深深地看了秦九月一眼，从炕头旁边的柜子里找出以前爹在家的时候用过的笔墨纸砚，拿给了秦九月。谢谢你了。你知道哪个村里有铁匠吗？隔壁王家村。哦，好。秦九月暂且收了起来，他就算要去，也得等到姨妈走了再说。不多时，三宝和小舒儿回来了。娘，你看，宝宝们捞了好多好多的田螺呢，姑奶奶都夸我和小哥好能干呢。嘿嘿嘿嘿。小舒儿真棒。娘，二毛他们也抓了好多的田螺，我们打赌，看谁的娘亲炒的田螺最好吃。约好今天晚上吃完饭，每个人带10个田螺去村口，然后我们选出炒田螺最好吃的那一家，就封那一家的娘亲为炒田螺大王。还真是童趣啊。好嘞，晚上就给你们做炒田螺吃。两个小家伙开心的不得了，小舒儿在原地蹦蹦跳跳，转着圈圈。嘿嘿嘿，现在的娘真好，如果娘可以一直这么好，那简直是像做梦一样。老四媳妇儿在家吗？江二嫂从外面进来，手里拿了一把小青菜。这个呀，是我在地头种的一点菜，给你们家送点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很显然，江清旷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根本没有人理他。江二嫂闹了个大红脸，只能自己给自己找补。啊，那个老四媳妇儿啊，我听说你在稻子田里边下了鱼苗，这是想养鱼吧？啊，哎呦，怎么说呢？今天呀，我也是趁着大嫂带着孩子去镇上，我才敢来的。这大嫂不让我跟你走太近了，你也知道大嫂那个脾气，我呢也不敢违背，所以平时也只能是故意冷脸你啊，你可别跟二嫂当真啊。我寻思着吧，四弟妹你买了这么多鱼苗，能不能给二嫂40-50只啊？我吧想养在鱼缸里，就跟你家在鱼缸里养的小鱼苗似的，等来年呢就能让孩子们吃上鱼了。哎呀，这最近几年什么光景你也清楚，一家人一年到头都吃不上顿肉，孩子都长不起个来，个个瘦的就跟猴似的。我家这2个女娃娃呀，也得尊称你叫一句四婶儿。你看看，二嫂啥时候来娶啊？二嫂，你是不是丢东西了？闻言，江二嫂的眼睛像是发光一样，扫过屋里的边边角角。啊，没呀。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把东西丢你屋里了。没丢东西啊。二嫂，你好像把脸给丢屋里了。还我说你不给就不给嘛，你怎么还骂人呢你啊？想吃鱼啊，自己想办法呗。谁家的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平日里你恨不得把我们一家当贼防着，现在怎么有脸向我们家来讨鱼苗呢？讨要东西不给钱，还理直气壮的，这哪里是正常人的作为啊？这分明是乞丐的行为嘛！二嫂，你是要饭的吗？江二嫂气得甩袖就走，已经走到北屋门口，又忽然转身返回来，拿起了小桌上那一小把青菜。哼，给狗吃都不给你们吃。二伯娘，你怎么自己骂自己呢？你拿回去肯定是给你们家吃的。那照你这样说，你和二伯还有2个姐姐都是狗了。江二嫂气得心都疼了，用力的跺脚。小王八蛋，我是我爹的儿子，我爹和二伯是亲兄弟，2个堂姐又是二伯的亲闺女。我要是小王八蛋，那你家我2个堂姐也是小王八蛋喽。而你又生了小王八蛋，那二伯娘又是什么呢？小舒儿小小的脑袋跟着小哥的思维转啊转的，忽然眼睛一亮。爸爸知道，
二伯娘就是老王八这。江青况一把捂住他的嘴巴，三宝没直接说出来也就罢了，要是小叔儿直接说出来，那就是晚辈对长辈大不敬了，要是闹大了，估计牵扯的就多了。江二嫂离开以后，三宝和小叔儿对视一眼，捣蛋的兄妹俩忽然嘿嘿地笑了起来。小样，先把田螺洗干净，用水泡一泡，让他们吐一吐脏东西。两个小家伙连连点头，跟在秦九月后面就出去了。两个小家伙捡了不少田螺，秦九月泡了一半，黑乎乎的小田螺倒到盆里，用葫芦瓢舀了几勺凉水，手指在里面和了和，干净的水瞬间变成了黑色，来回3、5次，再舀进去的水才干净了。两个小家伙在旁边蹲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便和秦九月说了一声后，又跑了出去。他们跑到自家地头上看自家的小鱼苗，不能被别人偷了去。两小只出门的时候，正好碰到隔壁的王安。是三宝和小叔儿吧？几天不见都长这么大了。是小哥和宝宝，你是谁啊？王安平时一直在镇上或者是府城干活，只有农忙的时候才会回来帮帮忙。最近2年一直如此，不外乎小家伙不认识他。我是你们的王安叔叔，我和你们的爹小时候是很好的朋友，你们以后可以叫我王二叔。王二叔，我知道你了，你是王大叔的弟弟吧？你和王大叔长得有那么一点点像，不过你的个头比王大叔高一点儿，皮肤比王大叔白一点儿，比王大叔好看一点儿，嘿嘿。王安被小家伙逗笑了。王二叔，我和小妹要去我们家地里看看了，就不和你唠嗑了，我们走啦。王安忍不住轻轻地叹了口气，真可爱。王大娘不声不响地从小儿子背后出来，羡慕了吧？娘，你吓死我了！你是我儿子，我还不知道你啊？是不是看到人家家里的儿女羡慕了？今年年底啊，我一定得把你的亲事给定下来。娘，老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二，娘今天就把话搁在这儿，要是年底你定不下来，我就去村口跳井。王安觉得自己和娘实在没有共同语言，大不留心地从王大娘身旁回了家。王大娘狠狠地瞪脸隔壁，哼，都怪隔壁的小狐狸精，要不是有姜麦芽在先，老二怎么可能一个姑娘都看不上啊？不行，王大娘觉得她现在就要去找一下媒婆。北屋这边，二毛冲进来，然后看着秦九月瑟瑟发抖。三宝的后娘，你赶紧去看看你们家三宝，有人要偷你们家的鱼，三宝和他打起来了，三宝被打了。闻言，秦九月蓦地起身，迫不及待地朝自家地里跑去。江青况只能在炕上干着急。都怪你，你这个废物，连弟弟妹妹都保护不了，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价值？打死你，打死你！江青况沉浸在自我的嘲讽之中，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躺着的江谨言的小拇指微微动了一下。地头上，秦九月老远就听到三宝的哭声，估计是被打得狠了，要不然这小家伙轻易不哭的。秦九月更着急了，最后几乎是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过去的。扒开人群，三宝抱着一个木桶，木桶里还剩有点水和不少的鱼苗，另一个木桶倒在地上，水流出来，一些小鱼苗正在地上痛快地翻滚。小舒儿哭哭啼啼地在捡小鱼苗往地里送。这是怎么回事？三宝，你说。三宝指着对面的2个人，娘，二奶奶和堂叔来偷我们家的鱼苗。这孩子说话真不讨喜啊！怎么叫偷啊？什么叫偷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就是来拿点鱼苗啊！你这养不熟的小白眼狼，是不是忘了当初你爹回来的时候，还是去我家借了钱请的大夫呀？你还有脸说？二奶奶当年借了二爷爷1两银子，第2天你就来我家哭着喊着要我家还钱，我奶奶二话没说，把族长凑的银子还给了你们。你那时候声称和我们断绝关系，现在怎么就是一家人了？这点小事儿你还记这么久呢？你刚才不是问什么是偷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不问则取，
即为偷。没有经过主家的允许，私自来取主家的东西，这就叫偷。按照我朝律法，偷盗应该如何处罚呀？哼，轻者游街，中者剁手，重者流放。既然如此，反正现在人赃并获，直接报官吧。听到报官，二奶奶就傻眼了。她只是寻思着带着儿子来偷点鱼苗，养在自家缸里，等过上1个月，家里的孩子们就能喝鱼汤吃鱼肉了，怎么就扯到报官了？娘，我现在就去郭爷爷家里借驴车，然后去报官。别，老四家的呀，都是一家人嘛，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吧？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家你二叔跟你公爹可是同胞亲兄弟呀，你这样对你公爹的亲弟弟，怕是你公爹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呀。要是我公爹的棺材板压不住，那早就该压不住了。在你们合伙欺负我婆母的时候，就该压不住了。尊称你为一居二婶，那是看在我婆母的面子上，这件事情绝不能善罢甘休。青爷，现在就去借驴车。是。青爷啊，老四家的呀，别，咱不报官啊，大不了呢，我们把鱼苗都还给你们就好了嘛。你说的倒是轻巧。三宝，过来。委屈巴巴的三宝从地上爬起来，走到秦九月面前，小脸蛋都微微肿了起来。秦九月磨了磨后槽牙。三宝，刚才他们打你了吗？三宝点点头。告诉娘，他们是怎么打你的？打到你哪里了？他们打我的脸，还扭我的耳朵，还踢我的腿。三宝每说一句话，秦九月眼睛里的狠戾就更浓一分。还有吗？没有了。好，很好。秦九月几步冲到老太太的儿子面前，抬手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老太太的儿子叫江大宝，顿时被打懵了。娘，他打我！打了一巴掌之后，秦九月一手扭住江大宝的耳朵，径直转了3圈，疼得江大宝嗷嗷直叫。四嫂，我错了。老太太赶紧抢着去抓住秦九月的手，秦九月眼疾手快地侧开身子，老太太一下子扑倒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趁机，秦九月又一脚踹在江大宝的膝盖上，江大宝踉跄了一下，一屁股蹲在地上。儿啊，你没事吧？啊，这是替我家三宝报仇，接下来才算你们偷鱼苗的账。我给你们2个选择，一个是报官，另一个选择是我们选第二个，一定不能让他们报官。报官后，最轻的也要游街示众。他的小幺儿还没有娶媳妇儿，要是真被游街示众，这辈子就毁得完完的了。第2个选择，你和你儿子母子2个人接连3天，每天中午饭之前，村头村尾来回走，嘴里要一直喊着我们偷江家老四的鱼苗，我们不是人，我们活该。中午饭到晚饭之间，拿上写着偷鱼贼的牌子，站在我家地头。这事儿给秦九月提了个醒，人心隔肚皮，指不定有些人心里怎么翻涌着，惦记着他们家的鱼。现在惦记鱼苗，等鱼苗慢慢长大，惦记的就更多了。他一定要用这件事情起一个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作用。你的亲婶子呀，这么不近人情，和豺狼虎豹又有什么区别啊？嫂子这么善良，赶紧去山上以身饲虎啊！合着偷的不是你们家东西啊？等下我去你家随便拿东西，行吗？凭啥呀？你算老几啊？什么东西？咱能不能凡事好商量啊？哼，你们也可以选择去报官，不过你们可要想好，听我娘的第2种方法，只是丢3天的脸。要是报了官，万一县太爷要在你们脸上烙下一个盗贼的烙印，那可就是丢一辈子的脸喽。哎呦，怎么办呢？这时，在小河边洗衣裳的宋秀莲这才被通知到，她放下木牌衣裳，匆匆跑过来。大嫂啊，大嫂，你家媳妇儿疯了，你快点管管她吧你。宋秀莲看了一眼哭得眼睛像核桃似的三宝和小舒儿，又低头看了看掉落在地上已经快被渴死的小鱼苗，还有2只不属于自家的木桶，稍稍想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
宋秀莲冷淡地走到秦九月身边，我听我们家九月的。嘿，天杀的，就知道宋秀莲这个娘们儿是个没用的。现在给你们5个数的机会，5个数过后，你们便没有选择权了。我们公堂上见。5、4。事情已成定局，再挣扎也翻不了身了。我选择第2个。我没有听清楚二婶说什么，大声一点。我说，我选第2个。请问，在场有没有会写大字的？帮我写几个大字可以吗？王安站了出来。我来写。坐在地上的老太太狠狠地瞪了王安一眼，王安写下了偷鱼贼3个大字。接连3天，江二奶奶他们娘俩就背着这3个字在村里游走，下午的功夫就站在鱼塘前，牌子挂在脖子里。这样一来，果然在村里形成了难以形容的震慑。原本还对江家老四的鱼塘有点心思的人，全部偃旗息鼓了。江老四的媳妇儿不好糊弄，不像他婆母那般软弱。不过隔壁的老王家，王大娘因为王安帮秦九月写了几个字儿，当天晚上差点没把王安给骂死。半个月以后，鱼塘里的小鱼苗有的已经长成巴掌大小，不过秦九月还舍不得卖，只是抓了几条带回家给孩子们熬汤喝。趁着江大嫂和江二嫂不在，秦九月让三宝去给江三嫂家里送了2条鱼，没想到江三嫂没有收，给退了回来。娘，三伯娘说了，他们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摸勺子，你送给三伯娘2条鱼，肯定会被大伯娘和二伯娘知道，所以三伯娘没敢收。这胆子也太小了。那好吧，我做完以后再去给他们家送吧。豆芽菜也终于可以步上正轨了，在千禧酒楼的老板催促了无数次之后，终于可以保证了每天的供应。又过了7、8天，最大那一批鱼苗长出来的鱼儿已经足足有2斤重了。每天天不亮，秦九月便会起床，先把豆芽菜捡出来泡在水桶里，然后再匆匆忙忙地跑到地里抓鱼。他拎着水桶去村口，拜托老锅头把东西送到千禧酒楼，然后再帮他买些豆子回来。每日赚得的钱减去给老锅头20文的跑腿费，差不多能净赚到300文以上。秦九月每隔几日就要亲自跑一趟，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最重要的是去千禧酒楼算一算账。一来二去的，郭老头就被人盯上了。哟，他郭叔啊，你每天替江老四家的往镇上送什么东西呢？应该挺赚钱的吧？毕竟每日都送啊。还能送什么呀？这不是青叶他娘在稻田里养鱼吗？送的当然是稻田里养大的鱼了。哎，我听他们说了，除了鱼，好像还有一样没见过的吃食啊，那又是什么东西啊？呵呵，你家小儿子在城里干活，按说你的见识得比我这个糟老头子多了，你都没见过的东西，那我这个糟老头子肯定也不识得，我只是负责给青叶他娘跑个腿儿罢了。说实在的，老郭头是真的不知道每日往酒楼送的那黄黄的头白白的身子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过他也不好奇，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把小娘子拜托的事情做好，他每日拿在手里的20文才拿得心安理得。王大娘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闷闷不乐地回了家。娘，你问到秦九月干了什么营生吗？王大娘不好意思说自己没有问出来，便只把鱼的事情搪塞了一下。娘，你说养鱼真的那么赚钱吗？我刚刚出门碰到隔壁的江婶子，你知道吗？江婶子的发髻上别了2根银簪，我只匆匆看了2、3眼，就知道那手艺肯定不是咱们镇子上卖的。她还穿了新衣裳，那么大年纪了，竟然还穿了水红色的衣裳。哎呀，王贵儿和我爹也看见了。听到前面几句话，王大娘只表现对宋秀莲很是鄙夷，可听到最后那句话，王大娘彻底怒了。你说什么？你爹也看见了？你爹是怎么看见的？隔壁的老狐狸精出来的时候，你爹在哪儿呢？当时我爹和相公还有小叔3人正好从河里把泡了的镊子拿回来，然后就在咱们家门口撞上了。还真是阴魂不散呢啊！娘，你看咱家的稻田。这件事情以后再说，
去院子里把你爹给我叫起来。爹，我娘让你进堂屋一趟。江家，宋秀莲匆匆忙忙地端着洗完的衣服回了家，进屋就把发髻上的银钗子拔了下来。九月，簪子还给你，我实在不适合戴这么珍贵的簪子，我戴你公爹亲自给我做的木簪就可以了。这2个银簪是当初秦九月在府城卖珍珠的时候掌柜的免费送的，秦九月就拿出来送给了宋秀莲。孩子们都怂恿宋秀莲簪上，宋秀莲今日也是第一次簪，可万万没想到，刚端着洗衣盘去了河边，河边上正在洗衣裳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婆子，目光纷纷落过来，巴巴地瞅着。宋秀莲实在受不住这种架势，赶紧洗完了衣裳，赶紧跑回家。我看着挺好的呀，他们看你啊，可能只是因为对这只簪子感兴趣，你平日就是素惯了。你现在呢，要尝试着开始改变，别说只是银簪了，以后你虽然有出息了，可是要戴金簪玛瑙呢。奶奶，等宝宝长高长大，就去看麻袋袋，给奶奶买好多好多的花衣裳，就是这里有个大花花，超大。我也是，等我长大赚了银子，我就给奶奶买1头的珍珠，让奶奶全部戴在头上，一闪一闪的。这是要把奶奶的脖子给压断呀！一回生二回熟，你连续簪3天，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盯着你了。对了，你公爹的忌日就快到了，不知道麦芽啥时候过来。杏花村的风俗，当闺女的是不能去祖坟上坟的，要是遇上爹娘的忌日，当闺女的必须在今日前半个月之内带着香纸来娘家走一趟，等到忌日，娘家人会把当闺女的带来的香纸烧给天上的人。麦芽，秦九月脑海中对江麦芽的印象很少，原主嫁过来的时候，江麦芽已经出嫁了，而且眼下不同于她的时代，那会儿出嫁的闺女天天回娘家都没问题，但是眼下不同，出嫁的闺女除了年初2回娘家那次，一般1年回来2次的，就算走得勤了。要不然让江青野有空去催催。你这孩子，这事儿怎么能催呢？不知道的还让亲家母那边觉得咱们是上门讨要贡品的，那多不好呀。等小姑来的时候，我去田里抓几条鱼，让小姑带回去。宋秀莲哎了一声，连连点头。娘、奶奶、二哥。三宝满头大汗地从外面冲进来。二毛刚才跟我说，昨天晚上村长去了他家，和他爹说了，前几年镇子上有个员外做生意的时候，不是因为通敌卖国被斩杀了吗？然后那个员外之前闹饥荒的时候，在咱们村子里以特别低价收过一些地，就给搁置下了。县太爷最近下令说，这些地卖的时候就不公正，要把这些地重新分给咱们村子里的人。是家家户户都给吗？二毛说是这样，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分，不过村长说一定会分的。二毛家和村长是本家，这种事情村长先到自己本家通知一下也是正常的。太好了，那太好了。二毛说只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让我们家里人一定得保密啊，要是说出去，二毛肯定会被他爹打死的。我们记住了。不过二毛也是有条件的，他想让我们家下次炒田螺的时候给他半碗，但是二毛还说他愿意和我一起捞田螺，捞起来的全部给咱家。成。对了，今天在小河边，狗儿要来找我玩呢，但是我没有和他玩，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诚信，而且他以前抢过我那么多柴火，我现在还不想要原谅他。原谅不原谅的，你自己说了算。反正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和他娘，狗儿现在想要和他和好，只是因为狗儿想要吃娘做的炒田螺，我才不让狗儿得逞呢。而且狗儿他娘有时候还在背地里说娘的坏话来，就冲着这一点，我也不想和狗儿成为好朋友。不过二毛不一样，二毛从来没有欺负过我。之前之所以不和二毛玩，
是因为我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捡柴、捡蘑菇，这样娘才不会生气，不会打我，不会骂我。现在娘变好了，不用我捡柴捡蘑菇，我就有时间和二毛玩了。提起炒田螺，宋秀莲忽然想起一个营生。九月，要不以后娘也去捞田螺，回家以后劳累你做好，我和青野去附近10里8乡的卖卖。娘现在也知道怎么卖东西了。秦九月想了想，还是别了。哎，那娘听你的。只不过秦九月接下来的话却让一家子都愣住了。我打算明日跟郭叔去趟镇上，卖完鱼和豆芽以后，我去镇上的书院瞧一瞧，我看能不能把青野送进去。九月，你的意思是说要让青野去读书？这么大孩子了，难道不该去读书吗？没有听错，九月真的要送青野去读书了。该念书的该念书，娘太高兴了。江清况深深地瞧了秦九月一眼，而后躺下身，背对着秦九月和宋秀莲，双眸无神地望着墙壁。他也想读书。三宝迫不及待地去小河边上告诉大哥这个好消息，江青野如同被五雷轰顶。什么？要我去读书？大哥，意外不？开心不？激动不？江青野表示他很意外，但完全不开心不激动。我压根儿就不想读书啊！大哥，奶奶也想让你读书，你不能让娘和奶奶失望哦。他不想读书，也不想考什么秀才功名，男儿顶天立地是要保家卫国的，才不是每日坐在小学堂里听着年长的长胡子夫子知乎者也，学那些迂腐的自以为的大道理。我回来了。江青野从河里摸了几条鱼回家。你怎么了？我今天好像摸了一条刀鱼，你看一下。然后呢？所以一条刀鱼可以换一个愿望吗？你先说，然后我来判断可不可以。奶奶，我可以不去学堂读书吗？正巧江二嫂从外面进来，听到了江青野的话，搅屎棍子立刻跑去了正屋。为什么？读书多好，读书可以识字，可以有出息。我要是去镇上读书，以后家里的活谁干呀？你担心这个呀？放心吧，家里的活我和你娘2个人能做完。再说了，农忙的时候你们都会放农忙假，以前你爹也是这样。要是你爹知道他的孩子也去读书了，肯定会很高兴的。你爹小时候功课可好了，从开始念书就是堂上年纪最小却功课最好的。你爷爷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偶尔休沐的时候去镇上接你爹回家，夫子们总是会夸奖你爹，你爷爷就开心得像什么似的。只可惜如今你去读书，你爷爷却看不到了，你爹可能也看不到了。奶奶，你别难过，我去读书，我一定会好好跟着夫子学习，我会努力做到像爹一样，不会给您丢脸。奶奶，大哥，爹的手指动了。闻言，宋秀莲和江青野忙不迭地跑到炕边，连同江清况和三宝一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炕上的江谨言。秦九月也靠近2步，伸长了脖子看着炕上的动静。如果江谨言醒了，不承认自己这个在他昏迷的时候被宋秀莲买回家的媳妇儿，那么他离开江家以后要去哪里歇脚呢？若是江谨言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醒来以后承认了他这个媳妇儿，那他又要怎么办呢？他甘心和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男人一起睡觉生娃吗？又不动了。二弟，你不会是看错了吧？我一定没有看错，爹刚刚真的动了小拇指，是我亲眼看见的。我知道了，爹一定是从手指开始慢慢的苏醒，现在是1根手指可以动，然后是1只手可以动，再然后是1条胳膊、半边身子，最后就醒了。借三宝的吉言，希望如此。呀！睡午觉的小舒儿这会儿才醒过来，
睁开眼睛就喊秦九月。秦九月笑着走过去，把小家伙抱起来。娘，宝宝做梦啦！啊，是吗？宝宝做了什么梦啊？宝宝梦见娘的鱼长得比宝宝都大，地里都装不下了，有一条大鱼驮着宝宝到处跑呢。闻言，秦九月、宋秀莲和江青野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翌日，秦九月带着三宝去了镇上，先去千禧酒楼找掌柜的结算了最近几天的豆芽菜钱和鱼钱。哎呀，江小娘子，我这酒楼硬生生的靠着一道菜撑下来，这要是搁在没有见过你之前呢，那是打死我都不信。咱家这名声也传出去了，隔壁镇子上都跑到咱家来吃水煮鱼，倒是也有不少来偷艺的同行，不过我也不怕。等天凉了，我再过来送你另一道鱼的做法。嘿，那感情好啊，到时候鱼我给你涨价。秦九月笑着应下。掌柜的，你说的话我可都记住了，大人说话要算数的，到时候你要给我们家的鱼涨价，说话不算数的大人是会长长尾巴的。好，放心吧，放心吧，伯伯我说到做到。哎呀，来人呐！救命啊！大夫，大夫，哪个帮老婆子去寻寻大夫呀？秦九月和掌柜的对视一眼，两人一前一后的出去，就看见千禧酒楼门口躺着一个大肚子的孕妇，孕妇旁边跪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只见这位孕妇大概有8个多月，肚子很大，仰躺在地上，呼吸急促，眼看着已经翻了白眼儿。大娘啊，来，慢点，这是怎么了？要找大夫吗？哎呦，好心人呐！求求你帮我去寻个大夫吧！我儿媳妇正吃着花生米，不知为何突然浑身抽搐翻白眼儿了。我儿媳妇还怪有身孕，这可怎么办呢？秦九月皱了皱眉，蹲下身看了看，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被花生米卡到了。气到异物卡到，最管用的办法是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的腹部冲击法，但是他面前这位是孕妇，怎么可能用拳头击打腹部呢？只能由腹部冲击改为胸部冲击。秦九月匆忙坐下来，双手环抱于孕妇胸部，拳头位于胸骨下半部，朝正后方冲击病人的胸部，拳头要迅速有力的向上冲击，反复冲击。哎呀，快住手！快住手啊！哎呦，你这是在干啥呢？你不能打我儿媳妇的肚子呀！我儿媳妇怀着身子呢，要是给孩子打出个3长2短的，可咋整啊？秦九月充耳不闻，一下一下的反复动作着。小娘子啊，你快停下来！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快停下来呀！老人家撕心裂肺的大吼，眼看着老人家想上前抱住秦九月的胳膊，阻止他施救，却被掌柜的制止了。突然，孕妇蓦地张嘴，从嘴里喷出2颗花生米，直直落地。已经翻了白眼的孕妇慢慢地睁开眼睛。你有没有感觉不舒服？孕妇摇了摇头。我没事，是你救了我吗？你刚才吃花生米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大的情绪波动？对，正好一只野猫从我脚上踩过，我当时真的被吓了一跳，然后好像就把花生米呛到了喉咙里，之后我就感觉喘不动气儿，慢慢的开始腿软，在跌倒之前我就自己坐下来了，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呦，娟儿啊，你这没事了？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呀？娘，你放心吧，是这个妹妹救了我。哎呀，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小娘子竟然是位大夫，多谢小娘子救了我儿媳妇和我孙儿，请小娘子收我一拜。哎，不用，举手之劳而已，只是以后还是不要在外面吃一些容易呛到嗓子里的小东西了。围观群众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村有一户人家，今年2月2龙抬头那天呀，家里炒了糖豆，小孩装着糖豆出去和小伙伴玩，估计是一边吃一边跑，就把糖豆呛到了喉咙里，这大人把喉咙都抠破了，也没把糖豆抠出来，小孩就这样没了。要是当时身边有这样一位大夫，估计小孩也没不了。
我们村也有一个，是把9中给吞了，人也没了。小娘子真是医者仁心，救了2条命呢。秦九月莫名其妙的就把大夫这顶帽子稳稳的戴在了头上。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们就先走了。秦九月牵着三宝就离开。掌柜的，老婆子且问问你，这个小娘子是哪个村的？我非得带我儿子登门拜谢呀。枫林镇南边的杏花村，小娘子夫家姓姜，娘家姓秦，你去一打听就能打听到。老人家谨记于心，又和掌柜的道了歉，这才小心翼翼地扶着儿媳妇儿离开了。秦九月牵着三宝来到镇上唯一的书院门口，正好一个穿着浅灰色长衫的夫子文质彬彬地从书院里往外走。先生你好。你说。先生，我家大儿子今年10岁，自小跟着他爹识得几个字，是不是能来咱们书院上学啊？上过私塾吗？我大哥很小的时候上过私塾，那便可以送来。10月初1那日可带孩子过来。多谢先生。不客气。对了，方才你说孩子的爹识字也是咱们学院出来的学子吗？我家相公江谨言，不知道先生认不认识？谨言兄，原来是谨言兄家的孩子。嫂子，我和谨言兄曾有过3、5年的同窗之谊，只是我学识浅薄，只考到了秀才，之后屡屡不中，便来到书院做了教书先生。谨言兄如今可好？还可。嫂子，我叫钟子义，你带孩子过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找我。我已多年未见谨言兄，若是有机会，在下真希望还可同谨言兄像是幼时那般谈天说地。秦九月又寒暄了几句，和夫子告辞，带着三宝离开。钟子义目送母子俩，忽然书院里又出来一位夫子，站到钟子义身边。钟兄，方才那位带着孩子的小娘子是？李兄，是我昔日一位同窗的妻子。是吗？李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的话，在下要归家了。没事了没事了，多谢钟兄。钟兄慢走。钟子义离开，李真玉眯了眯眼睛。不是说秦九月万般厌恶这门亲事，在婆家干尽丧尽天良之事的吗？李真玉和秦九月娘家同村，8岁的时候便可吟诗作对，是10里8乡闻名遐迩的小天才。就连府县的达官贵人寿宴之时，都去村里请李真玉前去。小时候便为家里赚了不少银子。那时候村里的老人劝说李家人送孩子去学堂，可是李真玉觉得自己的学识比学堂里的夫子要高得多，所以李真玉不仅没有去学堂，反而继续来往于有钱人家。12岁考完县试，成为一名小童生，可他的天才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之后参加的每一场考试都屡屡落地，最终心灰意冷，只能依靠家里的关系在书院里做了个先生。如今20有8，还没有娶亲。到10月份大哥就可以去学院上学了吗？我听你奶奶说，隔壁王村家好像有私塾，5岁的孩子便可送去启蒙。闻言，三宝脸上灿烂的像向日葵一样的笑容忽然就偃旗息鼓了，嘴角的弧度慢慢消失了。实在没想到吃瓜会吃到自己身上。娘，其实我差5岁还有那么一点点，你可以认为我现在只有4岁的。三宝的小脑筋快速的旋转着，我还差1个月就要5岁了，所以我现在就是4岁。这1个月的时间，我一定不让娘提起年龄的事情，然后等我过了5岁，我就说自己6岁了。娘说5岁的孩子可以上私塾，那关6岁的孩子有什么事儿呢？嘿嘿。三宝觉得自己真是棒棒的，这么复杂的办法都能让他想到。秦九月明白三宝的心思，罢了，等一段时间再说吧。来到粮铺门口，小娘子又来了，这次还是老样子。绿豆200斤，黄豆100斤，劳烦掌柜派几个小二帮我送到镇子口。好嘞，小娘子，你看，高高的呀。每次都来买你家的，我相信掌柜的。那倒是，咱们这儿可是细水长流的买卖。之后，秦九月又带着三宝在镇上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坐上郭叔的车，踏上回家的路。三
三宝，你娘又带你去镇上了，你家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二毛、三娃、珊珊，你们过来，我娘买的桂花糕，我分给你们吃。这要是搁在往常，几个孩子非得疯了。但是现在，几个孩子却怯生生地站在原地，不敢过来。你们是不是吃饱饭了？我爱吃了。几个孩子不声不响，一直看到秦九月和江青野抬着粮食进屋，几个孩子才像饿狼扑食一样扑上来。三宝，快一点，快一点！原来你们是怕我娘呀，就是我娘来让我和你们一起分享的。真的吗？你娘又懒又馋又小气，她能舍得给我们吃桂花糕啊？你别这样说我娘，你再这样说我可就不给你桂花糕吃了。我娘从镇子上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我娘还说等我再大一点就送我去读私塾。哇，三宝，你娘真好。那是当然，我给你们分桂花糕。一个小孩一块儿，秦九月和江青野再次从门里出来。谢谢江四婶。不客气，你们是三宝的朋友，好朋友呢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要你们和三宝好，以后家里有吃食，我会让三宝拿给你们的。我们一定和三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江四婶，我们帮你一起搬粮食吧。不用了，你们去一边玩吧。几个孩子看着秦九月的背影。三宝，你娘怎么突然变这么好了？这真是你娘吗？会不会是和你娘为双胞胎的你姨母啊？这真的是我娘，我娘也没有双胞胎的姐姐妹妹。二毛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三宝的娘亲不光长得好看，还能赚钱，还愿意给三宝他们买这么多好吃的。哎，三宝，以前你娘不是一点都不好吗？还老是会打你们骂你们。我听说你二哥断腿就和他有关系。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以前我娘对我们确实不好，但是现在我娘确实又对我们很好，可能是因为以前我娘年纪小，还不知道怎么当几个小孩子的娘亲吧。现在我娘的年纪大了那么一点点儿，就知道该怎么对小孩子了。我娘已经好久没有打骂过我们了，你们以后不要说我娘不好了，虽然她以前确实不好，可是你们想一想，你们小时候都尿过床吧？我记得二毛小时候好像还窝过裤子，这都是以前你们做过的事情。如果有人一直在你们面前提这些事情，你们心里应该也会很不开心吧？二毛他们几个被三宝唬得一愣一愣的，连忙点点头。的确是这样子。所以我娘也一样啊，她肯定也不愿意听到有人老是在她的面前提起她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啊。三宝说的对，我们以后都不要说了。吃完了桂花糕，孩子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娘了。娘，怎么说你也是几个孩子的奶奶，不能因为只有老四是你亲生的，你就只让老四家的孩子上学吧。我们家的铁蛋儿也到了入学堂的年纪啊，你这个当奶奶的也该意思意思吧。老大，你家的田地多，供铁蛋一个人念书，你们两口子是绰绰有余的。你看看大毛他们家和你家情况差不多，孩子还比你家的多，人家还不是把大毛也送到学堂去了。我没说跟别人比啊，我只说在家里比，你这个当奶奶的偏心偏的也未免太厉害了。说完了吗？说完可以滚了吗？我和长辈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你算个屁呀！北屋是我家，这里是我的地盘，我不让你站在这里，你就得给我滚出去。还说罢，顺手撸起了袖子。哎呀，你这个当弟妹的还想打你的大伯不成？哼，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弟妹不该打大伯的，我只知道那些有事没事来找茬的嗷嗷叫的畜生就是该打。你骂谁是畜生？谁来找茬我骂谁。真是老姜们家门不幸，倒了8辈子血霉才堂认你这么一房媳妇儿。老四昏迷不醒，不能教训你，那我这个当大哥的就代替弟弟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个恶婆娘。他举起拳头就要冲向秦九月的面门，秦九月双腿微弯躲开，顺手拿起门后的扫帚，抡起扫帚不由分说的打在姜老大的身上。当大伯的打弟媳妇儿，你姜老大还要不要脸了？整天提溜着一张泥鳅脸，这边挑挑刺，那边找找茬，
之前不跟你一般见识，是没拿你当人看。哼，你倒好，你是不是以为你把人唬住了？蠢货！姜老大一边躲跳一边哀嚎，最终像猴子一样的在院子里窜来窜去。秦九月拿着扫帚回来，把扫帚往门后一放，洗了把手，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娘真厉害，以后宝宝也要变得和娘一样厉害。夜里，水。秦九月蓦地惊醒，睁开眼睛以后，他又仔细地听了听，却发现那道弱小的声音不见了。秦九月竖起耳朵，也再也没有听到。是他在说话。被吵醒后，秦九月也没怎么睡着，昏昏沉沉，半梦半醒到天亮。第二天一大早，村长就挨家挨户的通知，早饭后去村长家里抓阄选地。饭后，宋秀莲让秦九月带着几个孩子过去。秦九月想到昨天晚上的梦，心里有些惴惴然。我怕我会选不到好地。没有不好的地方，有钱地主员外收的可都是实打实的良田，放心就是了。秦九月只好带着三宝和小舒儿去了村长家。行了，大家都甭说话了，先听我说。今天让大家伙过来，是要告诉大家伙一件喜事儿。过去的10几年当中，每逢收成不好的年月，大家伙为了活下去，总有什么卖田卖地的啊。镇子上呢，原先最有钱的王员外在杏花村买的良田最多，这个黑心的还特别能压价。但是在前几年呢，王员外因为通敌叛国被斩首示众，这些良田就割下了。这前段时间县衙里的青天大老爷想到了咱们这些农户啊，就特意帮咱们申请了，将王员外收的咱们的这些良田平均的分给咱们村里的大家伙。不过啊，丑话说在前面，这良田给了你，你想种什么种什么，想养什么养什么，可是你没有资格卖。接下来我就说一下规则，大家安静下来啊。为了公平起见，最近5年之内家里娶过媳妇儿添丁进口的，每家派一个代表者出来，过来我这里。这话一出，大家伙都不淡定了。村长，这也太不公平了。我们家孩子12，那我们家这样的正好是上不上下不下，我们这也太倒霉了吧。对呀，我家儿子明年就该成亲了，我家媳妇儿明年才能进门，这样的话那我家也分不到田地了，这也太欺负人了。好了，咱们村向来有这样的传统，孩子出生就分地，只是因为这几年根本没有多余的地，所以才没给孩子分。你拿你12的孩子来跟3、4岁的孩子比，那你出来跟我说说，你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分了你多少地，让你儿子一块分也行。那你先把你儿子出生时候分给你家的地拿出来，顺便把这3、5年里那地里的粮食收成也都拿出来。我是一村之长啊，这些地不管怎么分我都占不到便宜，那我要是挨家平分岂不是更省事啊？就是因为那样不公平，所以我想方设法想到了这么个主意，偏偏是你们这些占了便宜的有意见，还真是稀了奇了。村长一起眼，下面的人都不敢说什么了。毕竟村长说的也对，家里有大孩子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分到了地，反而是这些近些年出生的小豆丁都没有分地。于是大家都默认了村长这个分配的方法。你还没有满5岁，对不对？所以我们家可以分3块地，娘，我还有小舒儿。到了抓阄的时候，秦九月带着2个小豆丁走过去。村长，要是这样的话，秦九月家是不是要抓3块地啊？这也太多了吧。哼，多什么多？我家老大老二都10来岁，村里10来岁的孩子们哪个没分地啊？我只是不想给村长添麻烦，要不然我们家老大老二也该有，那我们家得抓5块呢。哼，那干脆把所有的地都给你们家得了。哼，你可真是好生厉害啊，都敢爬到村长头上拉屎了，都能替村长决定了呢。我儿媳妇说的对呀，总共就那么一点地，他们家占了3块，那咱们分来的地就少了呀。村长都说了，该怎么分就怎么分呢，就你们婆媳俩在这叽叽叨叨的，那谁让人家孩子多呢？谁让你家媳妇不给你生个7个8个孙子呀？
要是一口气给你生个8胞胎，你家能分9块地呢。哼，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还总是挑拣旁人，什么人呢？村长媳妇儿端出了一个箩筐，箩筐里放着一个一个的小纸团。小纸团里边写着地的方位啊，你抓到哪个就是你家的。丑话说在前面啊，抓到以后不许来找我。哭哭啼啼的说啊，这块地离你家太远了，那块地离水井太远了，概不负责。说完，村长示意大家伙儿抓纸团。秦九月一只手抓了3个，忽然手腕猛地一痛，微微地松了松手指，紧接着陈秀秀就从他的手心里抢去了其中一个纸团。秦九月冷哼了一声，眼看着纸团已经被抢光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他只能捡起来。让秦九月感到惊喜的是，3块地是连在一起的，以后不管是栽种还是除草抓虫都方便多了。那个抓到纸团的先别走啊，过来我这里登记一下，其他人可以先回去了。